有什么运手一则为天天大道，天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天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会看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体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2、3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透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含在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故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33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生。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谛，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与人良心之情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这天地万物的主宰点，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定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运转。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不是因贩夫走卒，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动作。我们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影响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一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
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至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富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在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前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个真理物也是一样，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的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存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不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宇宙。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或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智慧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移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人不是他自己了。就在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束10年就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2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生。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无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这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因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这个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门，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时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体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不曰超生了死其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之道的宝贵的道，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离苦得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身上固有的道，找回我们本走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朽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将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二，我彼南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义便代代单传独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干掉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有人力不可外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三宝，必能灾疫解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不胜枚举。三超生了4人生，有如一段苦乐章称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有鉴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不待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不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天道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天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天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100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父家乡，永享平安喜乐。自成圣成前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境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此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赠圣贤果位，无疑成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智慧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曹名师这一点妙智意义，非是在言语文字相生因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是指变通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说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
词者是名师，至此至是妙至妙会，至此会是我们来不由的由先天带来的，以及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卫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经道清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学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是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之妙。设若大地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现象丛生，山峰地裂海水枯干，亦是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100日之后成了一堆臭土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以天人一体治理，言妙不容言，不是此后成佛，当铁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故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无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倾泻的大道互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3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灵具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2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上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3得道以后，
且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有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主上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芒，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亦的印度地，对父母祖先尽大孝，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天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羞、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在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自己祖上有德。我目人遇到引导师度我得道，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世，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至。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契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闻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一、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
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个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是不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兼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兼修门，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故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且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天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及于乐国的原慈大愿，化污浊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知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地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
修真行皆能参悟到，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传递认知，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了。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但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绵，面色如生，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品湿，下不腐臭，甚有多至数日不变，相反是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这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徒信道不笃于反道拜德者，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似瑞相，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当无疑问。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无法在此一一例举。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根，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境。 Introduction to DIY
B3TREASRUAs of Dao. 3. 薄清法。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到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
一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9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点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详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劳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致有20个字，代表5教 A 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及上帝真宅，象征5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中型建筑，城中象征醒世。开经典班、鲜活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华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有4年制学界教育课程，教师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
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谷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辅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六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及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6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典礼，南起点传师典礼，陈洪真老前人及八边台老前人有莅临。基督徒参会，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主线道庆典礼。
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主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行义组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行义组府城单位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省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香港、澳洲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 06-690-0008。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100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
和平复国文化兴国祭天祈福大典活动。19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岳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姓李真传。102年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出版，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勤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电脑网站网址 http://106.1.249.168 右斜线 http://106.1.37.103 右斜线
Guandao Shenyuan Villa Yiho Holy Temple. In brief, it is brief to introduce Guandao Shenyuan Villa Yiho Holy Temple. The appearance of building the Zishin Pavilion and Maitreya Garden Temple Door, 5 Sage Temple. Nearby there are Shitizi Village Jinan Temple, Tainan Art University, Wushantu Reservoir Scenery District, Heaven Platform, Suspension Bridge, Floor 1, 2, 3, 4, 5 and Basement and Kitchen. Dining Room. 5 Sage Temple is constructing. Consecrate 5 great bodhisattvas, completed and started using that 2009 ad to develop boundary truth matter. Foreign temples, photos of campaigns of Tao Society to visit and link friendship celebration activities. Important website to look ahead. Tao Society. In brief, the scenery of Villa is similar to the fairyland of the world famous product. The product is named Purwani. Characteristic, reflection. Yiho Holy Temple is legal to apply for a building to make the building is very magnificent. The building's appearance is Chinese traditional palace type. It was designed by Tao members, was sincere, concentric to establish Zishin Pavilion. Maitreya Garden were constructed by the donation of Philippine Tao members. Door of Entering Truth and Tao Society of Choosing Sag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mple door and poetry in pairs. Expectation cool and holy region. And place of wise person. 3,600 sages. 48,000 wise persons are here. 5 great bodhisattvas consecrated by 5 sage temple are named Big Love, Big Sympathetic Heart, Big Wisdom, Big Wish, Big Behavior bodhisattvas. Nearby there are Shitizi Village Jinan Temple, Tainan Art University, Wushantu Reservoir Scenery District, Heaven Platform, Suspension Bridge. The creator of Yiho Holy Temple is Senior Elder Shin, named Justice guarding great immortal after died. His hometown is Guantian Town, Shitizi Village. The big Buddha pictures at General Palace of the first floor are carved by supernatural wood which wer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Maitreya Buddha, Jigon Buddha, Guan Shin Bodhisattva. The House of Historical Deed of Grand Senior Elder Hui, and pictures of founder left parenthesis Patriarch Maitreya, Patriarch Zheng, Matriarch Suan. Pictures of 3 wise persons of Shinyar named Grand Senior Elder Zheng, Shu, Shen and Grand Senior Elder Hui and Senior Elder Shin. Photos of campaign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holy temple, Tao Society sage lectures. Relic. There are classrooms of reading sutra at the first floor. The classroom of traditional music class and in chorus group classroom. The classroom of Shinminimum class of college section courses of 4-year system to conduct Tao Sutra class. The lecture of cultivating for teachers of child reading sutra. The class of English study of truth of college section woodcut. Pictures of Tao lineage enlightening masters of 64 generations office and friendship hall. Yiho assembly of many persons love and wishes that
Exterior of first floor contains the poetry and piers of culture of Tao society. The carving with 9 dragons companioning congenital mother, and the carvings of supernatural tortoise and dragon horse and pictures with words of truth and advising people to do good deeds. Floor 2, 3, 4, 5 dormitory. The wing room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side 8 units with loyalty,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kindness, trustfulness, righteousness, harmony, equalness. Each Tao transmitting master has a rest room. The catalog of campaign order of classes at local Tao seminars. Refer to Aishian unit class of Mutsu Tanjing, class of cultural etiquette, class of Changqing adult reading sutra, class of child reading sutra, class of enlightening wisdom, class of synthesizing to help, class of consummate grade for vegetarian talent, class of speech training, class of vegetarian meal cooking, group of Aishian vegetarian material, group of recycling resource to discuss Tao fair, cadre study, to develop Tao society in the world, 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India of South Asia, the campaign of love to bring people to receive Tao, to visit some family to help them, to offer urgent need and relieve poor persons. The half part of that cap. The second floor is a library. At the floor 3 to 4 is a congenital big holy palace. There are 20 big words at the central of which 4 statue, to represent religious doctrines of 5 religions: Christianity, T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Islam. And Confucianism is the major, and the heavenly mater, the Almighty God, is the genuine dominator, a symbol of unity of the 5 religions. There are pillars and poetry and piers inside the temple, and the top of the large bell-shaped construction. Morning bell is a symbol for waking up people. To hold sutra class, Saint Buddha class, class with heaven and man together, class for vegetarian talent education. The Heritage Sandit had been held here. There are sage lectures and temple culture engravings of founder left parenthesis Patriarch Maitreya, Patriarch Zheng, Matriarch Suan and Yuan Zhang. At floor 3 to 4 corridor there is an amphitheater modern audio-visual briefing room. At floor 4 to conduct adolescent mental growth camp. The education of expertise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had been held here. To hold evergreen class, Chinese New Year ambition class, end of year repentance class, joint enlightening wisdom class. There are classrooms of junior Shun, attaining perfection class, again awakening class, golden clock class of college section courses of 4-year system. At basement there are modern kitchen and dining room. At basement supernatural drum brandish lion team to hold camps of summer, winter of university or high school or training school, guider training camp, communicating light camp of college section, great franchise trainee sweep sheets of village streets, and d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luchya,
to conduct summer camp of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nd conduct campfire evening party in the Post Hill. Important activities had been held by Holy Temple. The ceremony of General Palace on the first floor started using the ceremony of Congenital Holy Palace on the third floor started using the Holy Temple. Inauguration ceremony had been conducted at October 20th, 2002 right left 91 ROC to show thanksgiving for Mother's Day, to feel grateful and commemorate the grace of Patriarch Jen and the virtues of Matriarch Sulanette. Mid-Autumn Festival to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t Chumyun Festival to recognize Dao practitioners of 3 generations living under one roof who are vegetarian Dao members, to recognize Dao practitioners who became vegetarian Dao members at 50 years ago, to conduct reading Sutra test assembly of adult large optimum, small optimum and walk at the Maitreya Garden. Dao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a large reading Sutra test assembly of 10,000 people in the world was conducted by Ikuan Dao Association at August 21st, 2005 left 94 ROC. The meeting of member representatives of Ikuan Dao Association was held in Yiho Holy Temple in April 15, 2006 left 95 ROC. Dao members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f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life at the University of Yuan at September 2006 left 95 ROC. Earth God of the Air Force Academy of Gangsan area Sikpi 3 treasures of Ikuan Dao in Chanyuan Villa Yiho Holy Temple at February 6, 2009 left 98 ROC. Dao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a large reading Sutra test assembly of 10,000 people in the world was conducted by Ikuan Dao Association at August 2009 left 98 ROC. To visit and link friendship. Linking friendship of Dao transmitting masters of South Area, Grand Senior Elders Hong Jinshin and Big Kai Gao had come here. Dao members of G2 Division Unit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iho Holy Temple, linking friendship of all Dao members of Ikuan Dao at November 24, 2002 91 ROC.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religious journey was conducted by Dao members of Ikuan Dao Junhui County Branch at November 7 left 2004 93 ROC. The culture lecture of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was conducted by Tainan County Office of Ikuan Dao. The friendship of Dao members of college section was linked by Yiho Unit and Chuanyang Unit. Dao members visited a large Dao society of Ikuan Dao at Long Shenwei Tianda in the town of
Kaohsiung County Dao members visited Bhagwan Holy Temple of Nanhua Town of Tainan County. Dao members of Bhagwan Division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Dao members of Nanshan Unit of Shinai Division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Dao members of Fucheng, Tainan City Right hyphen Unit of Shinai Division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Dao members of Branch of Hualien County of Baikwang Dao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at July 2007. Add right left 96 year ROC. Dao members of Yuan and Taipei visited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Dao members bus tombs of some places often visited Tuvilla. Dao members of Thailand visited Tuvilla at October 2007. Add right left 96 year ROC. Tainan County Police retirees were leaded by Chairman Chen to visit Tuvilla at 2007. Add 96 year ROC. Dao members visited Guanwei Dao First Center and the Buddha Hall of Famai Division at Nanchao County at February 22, 2009. Add right left 98 year ROC. To develop boundary truth matter activity photos of foreign temples left Dao Society. To develop foreign Dao Society has transmitted Iquan Dao to 9 countries. There are Vietnam, Thailand, Singapore, Philippines, Malaysia,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India of South Asia, Hong Kong, Australia, and so on. Many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Taekwondo Association, for example,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Indonesia, Thailand, Japan, and so on. Besides, there is the World Taekwondo Headquarters, important website, 12-day sage lecture, be ancient in cultivating Tao, and be scientific in propagating Tao to help promote the truth. Tao by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bsite to provide learning resources beyond time and space limited. To use the internet search website and enter 000 it, then it can be found. Thanksgiving to the late senior elder Shin for his great virtue when he was alive, to buy the land and not stingy. For people to walk to respect senior elder Ju for his designing culture pictures of Dao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5 Sage Temple for Dao members, making friends with the community at this good place. Linking telephone of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06269 19920626900000819 Shitsu Village, Guantian area, Tainan City. Welcome to the large Maitreya Dao Society with sharing of resources.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video first edition. That's September 2007. Add right left 96 year ROC. First edition of Taiwanese language. At August 2009. Add right left 98 year R.O.C. Earth God of the Air Force Academy of Gangshan area seeked for the 3 treasures of Taekwondo in Shenyuan Villa Yeho Holy Temple at February 6,
2009 ad. Right parenthesis left parenthesis 98 year ROC. First edition of Comparing Chinese English caption. At August 2013 ad. Right parenthesis left parenthesis 102 year ROC. Miho Holy Temple Orchestra performance. Thank Master Teachers Chin Tin Chiu. Meng Chao Wang graduated from Tainan Art University for teaching me. Please search http://www.google.com.tw by entering 000 like Wandao Digital Library to find it. To popularity in everywhere by willing with this benefit, we all and living creatures all totally will be Buddhas. http://106.1.249.168 http://106.1.37.103/
Treasuries of Tao. 三薄心法主讲者五静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第一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第二章什么是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何谓三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为什么引宝要立愿 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Tao? 第五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T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ve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T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T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各位先生太太小姐，首先让我衷心的恭喜你们，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今天你们得了道，道是至宝，道超出了一切。每一位古圣先贤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即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在古时，人要得道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爵，离开家人，入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途径、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在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在他至诚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派仙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稀少。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秘传给下一代祖师，
Today we need not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rselves. We may find the means to do so in our own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ecause we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ao.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ve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默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劫就要来到，末劫将会毁灭全人类。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解一切人类之问题。而良心、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道心、真我本体，它不灭，万物长存。它是主持我一生之主人翁。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我们称它为末劫。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仙、地府的鬼魂都要受劫灭。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ung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ung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is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是我们灵性的至高无上之母亲上帝，是非常的慈悲，一不忍善恶俱焚，因此降下真道，并派名师济公活佛与月慧菩萨降世，挽救三曹弃天之大仙，世界的众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传真守，普渡三曹。他们的责任是办理末后一收圆大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直指人人固有之良心。灵性使人们见自性而成佛。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劫临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信女，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道然后才得道，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因此得道以后，我们要真正修道，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吉，躲劫彼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d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今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之，根基缘分。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前世有行善积德，祖先有德，也许前世有修过武打宗教或其他宗教，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否则将永不能得道。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un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2章蛇模式到各位今天已经得到究竟的是蛇模式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道是宇宙之本源，创造者力及主宰者，道上帝，道至尊至贵之神。当天地还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道已先存在的。当天地毁灭后，道不毁灭，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天地人万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道非常奥妙，道无形无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可嗅，不可捉摸。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亦不可言说，一切皆是道所为。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道是无为而为的，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人们常称它为自然。假若无道，任何一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道上帝，我们之灵性是上帝所赐，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of th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它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它为道；在它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它为理。当它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并支配肉体时，我们称它为灵性或良心，因为它赋予我们本性。我们称它为老。这些名称虽异而其意相同，皆指同一物而言。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今天你们已得名师指点，开了心窍。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形无相的。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
才是真正的你自己。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一离开，他立刻就死亡。灵性附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因此，事实上我们也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它，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原因是我们也不认识它了。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它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使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亦不知它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是的回真我良心。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 The divine mantra. C.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oint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3章何谓三宝经天你们所得之至宝，亦可称为三宝一玄观二口诀三合同。一第一宝玄观，玄观玄妙莫测之门。玄观点传师向你们指点之处，它有许多名称，一点本性，此是我本来固有的真我灵性良心，它是不毁不灭的，它永远存在。二点生死之门户，玄观是灵性出入身体之门户。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和莫由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108000里，此是譬喻，亦成佛是不易之事，因为名师难访，大道还未普传。然而名师经已指点明路，你一步登天。4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B.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D.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4. 正门玄观是正门，它正好位于当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当灵性投入身体后，此门关闭了。假如我们不欲名师指开玄关，临终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可出离身体，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眼耳口鼻肚脐顶门。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来生当为胎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二由眼而出者，来生当为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三由口而出者，来生当为湿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四由鼻而出者，来生当为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五由肚脐而出者，来生当为平庸之人；六由顶门而出者，来生当为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乃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点传师点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我们不必再走四门，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否则玄关虽开，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5点 In the Bible, Matthew 13: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law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s prophecy. 5. 圣经上记载，约翰对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明你们已悔改。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请记忆，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那盏佛灯代表上帝老。在点道之仪式中，你们已见到点传师以香柱从佛灯引来一条经指向你们的玄关，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窍，照破了黑暗。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6点 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释迦牟尼佛云无有正法，掩藏此语，暗示玄关之地。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1.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 第二宝口诀：心经或五字真经。一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还记得吗？请再说一遍。当性命危险时，你才用此宝，将真经默念口中，手抱合同。你将可被千佛救护，脱离危险。
不过要注意，此口诀仅能于性命危急之时方可运用。假若我们真诚修道，当然我们将受千佛之庇佑。2点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2心经口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因果之真心，由千经万典而达入真经真典。心经心法真空也，真我本性也。3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3以心传心口传心手，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此者老的分灵之心也。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1.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un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un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sc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s presence. 第三抱合同一点合同之意合是合成一体，同是相同，合同象征老赐予我们的经印，表示我们也归跟人。我们手抱合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二点合同，同合，抱起合同，能闭眼罗。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内边。子亥相掐怀中抱，能托久大大节关。四点现在让我们引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但是使徒们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从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它是对合同之一种预言。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须如此，方能返回天国。”如今我们手抱子海觉，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4章为什么银宝要立愿在典诗还未传道给你之前，有2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先立愿引保你求道，否则典传师不可传道给你。这2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哄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诛。你奉献的功德金是来建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vow. Before anyone receives the vow, he has to take a vow which states that he will faithful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vow and will not reveal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the 3 treasures to anybody.
第5章为什么要力求道？愿每个人在未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表白他将诚心报道及不泄露天机3宝给任何人。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T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7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6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度，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他真修，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9玄7祖。你的功德何其大呀！
地千团的对了，天地千团千港，民族千地千团千港，对，靠这三个，然后我们对下来看什么？民族了。反正今天来讲的这边前要改这边关了，现在报告我们的这个民族对有联关这里这里这民族的多呢，在儒家，儒家就是孔子嘛孔子是儒家，儒家的对这个民族叫啥？祭献的。对这民族这个祭献的出现地方，只有一个大都有你的基金出现地方这就是用儒家这个说法，如果来道家。印度教呢，这太北欧，上班，我们新加坡，这是那个道家的明星很境界很多不然估计另外的。假如是道家的来是呐，明星的民俗啦，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的这民俗啦，那么道家呢，佛家对着天官的对着这天官的民俗灵山寺的，见佛看佛。所以讲灵山寺咱无咧寺内底，咱不在灵山好安住着灵山寺挺好安住的那么依照咱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道中道中有这定的民俗道中我们现在道中有这定的民俗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现在一般都来用现在的这个民俗就是摩崖山摩红色母鸭山母红色。很多咱第一个伊这个
这个中啊，比如讲咱师尊咱当时师尊啊，这讲话要伫宋朝迄阵，这大家的地主啊，大家五常师兄啦，五言师兄啦，迄个时阵啊，年轻啊，把这个官叫做啥？天灵盖。那这种官我就来啊，我说天灵盖，天灵卦的这个天灵的卦啊，天灵盖，啊，这是一个所以讲起来最清楚啊，哦，总体了解这个这形容啊，各方面的这个方面这形容啊，拢有对象，哦，拢是一定讲，一个这样讲对吧？差不多较有看到，比较较有看到，哈，拢是这样，啊，咱之前的啊，事情比方那边的基金啊，咱比如在原来的啊，这个基金的嘛，哎呀，太多了，3万户了，只有3万，也讲3万户啊，然后你能得到他整个人呐，精疲力3万户不要太低了，是3万户的这个，啊，哦。所以你看，那么国家就是灵山进到丹州，贸易进到丹州，这代表是就是讲啊，我们在灵山这东西，我们这种地方啊，无影山，无红色，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人才，这种民俗啊，这种民俗，较新的民俗的这个啊。这个民俗啊，咱讲伊较无当去体会这个啊，无影山，无旁的树，啊，对，侬再来个话，那对有天官呢？啊，对有天官就是出来在人怕，这个机会。这种的东西啊，在这方面，这个重要机会。那我们上了解，考先了解一点，如果再了解观，这个所以这个先，因为咱们讲这个跟哪里那么讲，你讲解决的，那家人去管理嘛，准备到达，没到达。那么这个完形灵性呢，这是很难的完形灵性。好，那么这弯形灵性是上帝降临最一总一句话叫做啥？天赋。仍然是因天所有，啊，咱就叫完全的天地啊，完全参色情都讲啊，你不要把色情当作完全啊，讲咧咱来讲完全来种内面啊，讲到这个时啊，头前景头发来的，第一步的前景头发来的，讲出这出来，前景头发的有叫。唔叫，你唔叫即个完全的名啊，来带动出来，叫做啥？民主靠来是咪？咱即嘛是做当咧，你教大家教咱做事，你民主靠是不一样好嘅，三天就对咁嚟，其实啊，领导就最近啊，真系民主靠是无靠这领导来啊，民主靠咱们领导就对了，精英考核，这是修炼的过程，精英考核。其实啊，咱读书还有功夫啦，是无功夫啦，所以要有对象，要有把握，理解。所以
关系连接，这是上帝讲的，有上帝，上帝是一个大灵体，讲的那是叫做分母，所以嘛来用题目天命这几位性，天是上帝，命就是讲的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天赋之命，天命性。所以个人富有了，个人拢有天所赋予之命，赋天上天赋予之命，这个就是在这个分别，所以就是在境界嘛，境界现在叫了解，所以这边原上，现在叫问题，为了叫问经验，上天给真理，在给真理叫做信，这个上有一个什么？命，这边我怎么讲？你做方面，你嘛要去甲迄个叫你的迄个啥？做工人去倒遐收钞，对无？爱有你的名，这是有效。无你的名，无你看偌济，遐干嘛济？无你的名，无你的记者，听无效。对，所以天命这是性，这个性这是经验性。你若是毋是天命的，无起来，这个是什么性？气质之性，安尼对啦。所以爱情情了解这点，安尼听了，会真晓得会买这第一点你来做功课，所以这点，安嘛就是阮这边是，这是上帝降临天赋之命，天的那个，还是天的。那么再讲这个官，官这个呢是出入之门，出入之门，这个最关键。生日的14，生日嘛，外国生日嘛，咱你讲咱讲啥？日本的生日嘛，对吧？生日，这个生日啊，毋是这个生日来生日，你注意听嘛，注意了解。生日啊，你若把来咱现在拿英雄来看，影像来看，你看。新娘的秀错，新娘的秀错，新娘的秀错，为生气啊？为生气啊！这个生气毋是讲新娘的秀错，就是讲新娘的秀错。那么我即马搁讲一句话，尧舜相传的，尧舜禹相传的是呐，人心为贵，道心为民，爱生啥个？爱活啥个？爱生啥物？爱生啥物？
自己做啦，出爱好，出爱地啦，你爱好，你好出地啦，好地啊，家己为人不如啦，这就出去问我啦。你是存什么心？伫内底爱好，出是存什么心？出是爱呐，使爱机会改变地啊。这个是啊，咱这个关条，这个关条，所以啊，咱无利用你这个，利用你这个现象啊，所以我想就菩萨有我想，我想你就会菩萨对吧？所以这个我，这关的是出现的嘛。啊，那么安尼咱即嘛甲化解，注意个化解。钱对啥？关键是关键，就是就是说，是直接出去谈，注意啊，这个啊，钱的关啊，钱关啊，那你听到没？钱关的这个，出去是出去是下来出去。这个种啊，它是一条，这个不是，我这个对啦。当然我讲的不分地区啊，就小应用的地区就对啦。啊，要问啊，像平常啊，怎么样？这样，安尼就听得到，有听得到心无？心法是对你的心所在，心可以用慢慢关系，心可以通天，无结太极通结的三条。对，所以，那么咱这话都一句天官，关键点点，出去的门好，关键点点的出去，无啥来，无设定，您咋设定对来出去？后来。
咱别做了领导，别做就是听说领导，一定要改变家己的心情，对吧？改变家己的心情。啊，是阶段就知影吼，这个官就知影这个官，吼。所以，咱这个世界呢，是对家，才同啊，有比钱。所以你看到2月、8、9月就头壳变10块口，头壳变10块口，啊，就2月、8、9月啊，这个叫啥？咱地方叫做信论，信，这是信，这个这都搞到变成信，这是即嘛经验嘛，看咩人啊，这头先这个别信，啊，你看你哪就这个弄好的，因为咱哪来活呢？这是信啊。关键就是关键，啊，这个轮回来啊，这个运行，每个讲起来人，这个文章嘛，现在抓到这里面，至少要抓起来，所以人家我讲大点，那么咱这个，因为这个天官就是出去的门号，这个门号是对，天官上官人联性，出去的门号，那么这个门号是对。因我就是一种生，这个出去的文化，上帝来这点精灵的出去的文化，那么这个文化是对，民主这样子的票，对，所以对啊，是这样，灵体尽管进前多的，灵体，这灵体的天，灵体尽管是灵来的灵啊，进前多的的所在，这个所在呢？在道家叫做啥？方寸，在道家讲的方寸，为什么讲的方寸呢？为什么在道家在讲做方寸？这就是黄庭经啊，黄庭经啊，黄庭啊，道家的黄庭经啊，黄庭经是人家比安呢。他说都在为这个道对吧？人出去是积极向上，其实是说是大心感恩对为，这个啊，做事人有别相通的卡地段，就是说，这个出去，这边前出去的门口是所定下。这个是多灵的经管啊，你们看看到吧？那去你看，这能力到中等的看这个来宾啊，这个注意点好了，你别看啊，对不对？那出去哪有咱们这个投上面啊，可能来上面，这个这些国外的这个啊，
人嘛，西洋人对了，啊，好西洋人嘛，咁你同下，嗰啲嘢有清楚哦，啊，迄个是正理啊，唔是多安尼比毋是惊遐，毋是惊遐迄个所在的，是伫个内底，伫个内底啊，啊，所以民主一点毋是咧，毋是咧拄较头个，拄到伊个所在啊，止不在点，安怎止？迄个叫止，过来，过点。应该是哪开毛就经济变法，给它记忆为一个清楚啦。好，反正就是记，唔知，即嘛而家喺外國出去怪都出去嘛啦，唔該啦，你以前做嚟都係佢啦，所以記這個唔知，所以愛這個來個在哪？各調，基本上。已经子女一条该记生来死去，只要有点，是不是有点有点？所以啊，一点就是灵气精元，精神不对。那么咱这个是完全灵性出现的问号，就是说底下啊。这个正式的过程，这叫做方寸。所以咧，佛经也好，道家也好，这个方寸第二道家先讲，甲佛家做后壁来，才个跳出来讲。因为道家先英文嘛，佛家咱后尾英文嘛吼。咱即摆现在是儒家英文嘛吼，嘛倒起来，所以咱看咱人啊，无心啊啥乱了方寸，无拄着方向。无就这样乱了方寸，所以你看，因为所在这个方寸，好，而咱我做的人的心条的地不条的，你们给他来看，你来这个方寸，来这个波太多了这个，这波它给那个汤就会烫心了，啊，这样烫，别啊，以后把迄个叫无名洞来地洞对个无名洞，我看到伊下面挂的迄个册，迄个册内底啊，有一个叫做无名洞。那所谓的条呀，是天人呐，相对之考。天然相会之况，灵源温存之力。所以要看做迄个啦，一票就对啦，一票就是讲，这个好所在，这个好所在票是一个什么？票对吧？票就是天人相会所在，天人跟人来到，咱人个变相会的所在，灵源温存力的，咱的灵源，咱的这个。观念啊，这种观念啊，很多看另外啊，另外啊，叫这里的另外，工作都工作的，这个是跳，这个跳，我们通过一条你才知道成为，好，所以
起码你天道界限发生之前，你是天的天的，然后才可以这样讲一下。cho nên各位对有相关一条建议啊，这个建议啊，那你说还得去做建议啊，钱就是咱的关系的钱，对，啊，如果咱们这个钱呢，这样抓得到这个来的呀，钱是有钱的，钱是一种的有钱是一种应用，应用治疗。有天有用的，钱是有钱的，虽然讲你钱呢，钱就是咱的性，上天降临来啊，我们把咱这个健康这样来去完成。不然就是这个完成呢，这个完成要出去很多，就出去很多。那么这个很高一个，你看，目前。目前这一直是目前，所以嘛，我到现在我拢爱归纳，对，一定要来对，对呀，因为你这样你都会嘛，就是钱嘛，你都嘛都是钱嘛，哎，你这个规定是嘛，就是钱嘛。而且相关啊，我嘛对相关啊，佢在对相关啊，以前这种程度啦，相关就是咱甲老母同在的所在。为什么咱拿伫这个时代求上天之悲啊？会感应？为什么？因为咱有甲母同在的所在。所以是不是咱有出叫完成啊，这个本性的承诺，出去为这个难呢，这才会当参悟不同在，会当悟不同通。因为若是出着那个色情的心，色情啊，昨天的色情的心啊，要来念老母做啲啊，咱会感觉到。你的完成也会参，你的完成也会参上天的力也会，你这样不是啊？你是用那个后天的意义设定啊，要来求啊？你最哪用后天来设定要来求啊？多少多少，一种情不是技巧，而是真切，一种情拢是啊瞎情，较无情。老母嘛做啲啊，我讲做啊，定定吼，我才来去吼。迄个现在老母老做啲个照着那个啥，那已经实现的参与底下来，是不是啊？照着我才要来安装。咱哪后天讲去食地包了？这个啊，这个从这香港已经无下。这出去了，出去了嘛，已经无啦，是不是？迄东西主人咧行，主人咧行是相关，咧行迄东西主人，拿咧条咧，这个定义咧条安条来，跟还不太强，他讲他的同仁，所以咧进行这些，不也是因为
这个一个，还有我们很关心的，这个我们没有听过在天观呢，三四年好，就是三四年好来。当年我那好像是有很经常啊，经常啊，经常啊，日本的经常，天啊，那我呢，吹个招来，吹个招来，一吹个招来，不得了，听得了，这是世界要的啊，然后的，人健康起来，现在一般台湾是就经过关，那经过关超，因为中国现在都经过关超，没关系重要的，关系重要的，这要的呀，我们叫做方寸。我们现在用中方寸，这要给它这方寸，而且方寸呢，五节主要里面的五节主要里面，主要里面还是有关系，这个这个成长，还有这要给两个是这个安装，主要还有两个就是在所在哪，还两个重要吗？你看我们写在地上，不在台湾，反正写在地上，这个考中华的华考的在台湾的考的，一点在地上，村里上，中地上，实际上有关的话，我们来小的话，这中地上，起码因为地上还要很重要，这个讲啊当下。就在那，还管着日本各个方，这要不他，放在公办那个，对不对？那个会少的，在这里面，弟弟，我这边有一个情况的，有一个情况在说，从这个方面说嘛，我经常你拿去，那个一搞什么事儿，这出道语，你哪怕拿两个人。他们刚刚也没啥回事，我管他，这两腿，这是跟你讲，是，迎接在这个联系，咱一切心看量，意看两种。
不是我讲的哦，不是我要讲的，甲你来恁啊，我讲二日。我讲二日，每生二出，意念甲心念，这两心态，啊，我讲二日有天机煞德，有无海关等的，你知影？这若是无经过天机煞，无经过海关等的，这叫做招数，对无？是招数。有招数。你听啊，我讲二日咯，咱个心理啊，拢招工人啊，招数那个。对啊，所以心理做心理有关，起来就是咱个观念，好，关就是第二出去，这个出个入来要创啥，出去要创啥，入来内创啥，出去外口创啥，你若打起这人关，就打起了啊。这关八起个了，我现在是呐，这个骨头里面都放一把，你在地上面心血方面，心血这个，是对保护一件平安国家的平安，就是这骨头里面你看在这个，啊，这嘛。来讲你这个嘛，来讲你嘛，那个话讲你嘛来这一个，无聊，心思就出了，但是安怎，过去的才厉害，啊，这个呢，因为呢，对来源来讲，要意识啊，甲心理啊，这个也生出来，这嘛生出来。来生你出来，哦，出来，出来，那这个人那你出去啊，无经过，无经过这关，无经过这关，马上再出，对吧？这那天地心理不管它出去应用在你的心甲心，出去，我啊，大家想想的话，那个人地生，女生出来，男生出来，当咱的观念差的，这个是吧？怎么咱这是开始安尼，拿想的，家己也不是我讲你了，家己就拿想的就对了，想着女生出来就对了，安尼有经过天官看了才出来。我基本上出去有好多人家，出来眼睛，出来的语言，一来眼睛的对头，就要出来的眼。所以这天光，你这个生死哦，咱即嘛讲来讲去，咱即嘛过来看一个生甲死，心里拢用着，心里不管是入来
监管会较呢，安尼安怎？是毋是先？出到去讲到经过监管会较呢，安尼是毋是是？意念是意啊，是意念啊吼，我发起来是念，是意甲心啊，意念甲心念。出甲入，外港入来，内洗而出的，出甲入，拢总有经过自关联啊，关联交互会，确认过，这啊，这不管入哪生出哪生，是不是？出入拢生啊，有交互出入哦，出入哦就确认个，出哪生入哪生，若有经意念，心甲意若无经过确认过。这啊，这个会出来了，是不是？拢走落死门，走落死门，这个是死我讲完全冇杀落去，但是死门听起来，这个你讲出这个白白杀落去，白白那种，那个白头啊，那种白头这白头杀落去，这家里有种白头，这杀落去你才知生死。所以生死出入门叫做出入门出入门。因此呢，因此为着安尼呢，伫中庸内底就甲咱知影讲，经过迄个心态来确认过，爱有一个，所以才会改善哦，强度哦，改善哦，强度哦。我讲天灾对个，天灾现在咱这个在社会这种因为什么过去的性，伊有什么啊？你考试的中国来讲，君主制重要，君主制是中对吧？那是中对吧？是就是无离开，你学了教科，自由厉害，不考自由就是出家境，唔能叫离开。是讲，是你就是家己，家己毋是讲，毋是像讲咱要提前去做到或者或者是，是你讲话当中，不管出来好怎啊好，拢总爱，不管是两种无离开了，无离开，爱经过这确认啊，那毋是可能唔通处理啊，你都无问题处理，要进来你无问题你处理吧，莫犯罪，但个会积极，若会积极你准处，若会积极你准理嘛，会当理着了啦，就对你准处理，这就是出入门安尼听到未？所以讲啊，咱先做做民主这点做地方的点迄个先规矩，先这点个，所以你卫生啊，民德之间啊，大家见到大民德跟民德之间就离开，有点点样，出现之了那个那个，正显的一个离开，我来到那个当中啊，改变可以吗？改变可以吗？袂使啊，袂使破坏改变的如果有这个意见，你才理解，我认真我会给你参与，对吧？去参与，我有迄个比较才能做到天命地利有天，天书有不明这个天命，所以咱一定不变这个东西，爱经过咱的天官。田观念观确认了，是观念的出入这个地方，这个观念的出入都很强，都装在咱这个体内里强，伊就是不停之前的同存的强，就是咱这个所以跳的是啥？是咱的观念本状所在，是天人是天人上规划，
心态过几个，几点？啊，咱去解书票，去解啥东西对了？那是对了。这满的机关，万德之源。啊，这个是西西的门口啊，那么在这个是哪里？天官是哪里？啊，是西西的门口，是灵性春节期间，啊，灵性的春节的所在。是三间的馆，是五间。是三间馆，对呀，馆就是馆到小，啊，对呀，馆到心，馆到心，行心心馆，行心心馆，这个行心心的三间嘛，行心心馆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主线的这个部分，啊，我们这个经历对呀，啊。天官呢是连几六年这个小了，连几六年啊，小了这个这能力呢？天官是行之术，天命之本。天官是啊，天德不地方，好，天官是建立兄弟天道是这听说嘛，今年那个啊，要进到小那边天高的人啊，不用哪里要，听说啊，你们这边到底我们这块啊，今年来讲，所以呢，那个到底是做这样的人，还是话到底啊，这个很新鲜啊。天关系，是天堂。这这个要怎样？有一个这个天堂，
形容，形容啊，形容啊吼，啊形容，真侪形容就对啦。你形容这个景观，啊形容这个景观的重要，啊，所以呢，这是讲啊，眼前出入的所在是三极一观的ภู極門，啊，三極、五極、太極、六極，誠心真一觀，即ภู極門。啊，人官是言之应言，重要之门，这是言之应言。这个是拄对是言，上天讲的，有微妙作用，这个言之应言，这是一切重要啊，一切来源重要的，重要的要素，所有地标，我们叫做玄妙，叫做玄又妙。庙是种的是哪？咱那个圣灵出去化用的，所以唔只听讲啊，咱那个观啊，唔通死人观来化用啊，唔出去，会出去就，唔通听到他死，天官是不是不属的人体，空无，伊个内底是本身的，迄个是，必须这个名，迄个是，这显灵之源，出现之源，出现之源，显灵之源，遮显有凭天官是好修的不离法，这在佛家大家讲不离法，咱儒家是讲道义之门，出家道家是咧讲重要之门，即是人民之门是一般拢是叫做重要之门到底是这是个机的一条，你若是言之应言重要是这基本观嘛，这个是不是只有人民的基一条？
上天可能要来经历这件事，所以这个呢，天就是理性来讲，咱呢上天的乃是上帝老好的分明，不明不灵，不明不灵是顺言际线的天经之性。这个要看个人方法，别方法小北分明，这一方面，你看，人际关系，我们分这两个，因为理性的是上天老的分别，后面不仅当然啦，是为是顺连进行天地的东西，这个原理。分成哪里搞来？我们来看注意嘛，你看它这天分这个天呐，天理啊，一直是这个都给人理解这就飘一飘你看这个啥呢？咱离开分为会分为并且分这个表这个并没看起来要不表下去的，给他们这沟通的，没到终点的对了今天我输了，你这顺线这顺线顺言际线顺线的顺心肯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小辈分明，上帝的分明，那这情况那些然后小天光的分明，小天光的分明，我来讲呢，这个要来经明啊，无三。无气，无形，无香，无香，无巧，无色，无香，无天地。
有没有？后面没有有了啊，无声无叫无声无息啊，哎，无形无相无相感，这是一道流明星空，两道流明的关系。这小的流明啊，是无生性，没有生死，没有什么，没有形象。
就是上帝打破分别，不言不语是使人际性全新的分享。这里会转接过来，转移多少在呈现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什么？关系。
蓝黄色这个，这个蓝票，啊，台湾就是蓝票，所以，安尼，这段天官的票，啊，天官的票。天官天给大官，给俺们理解，官的一些进展，啊，所以咱不希望25万年啊，晚年变修分为，变修咱们变修五个，对不对？没几个出，你爱你出来上，爱你就，出来，所以啊，我现在要，操。现在能造出来，能造出来，造出来了，让他们反对，是吧？反正话，心地反坏，心地反坏，心不按教的，不按教的这个，心地呢，心地不按教的这个，心地反坏，不按教的来对这个，心上按教的，你看，对。是这个，所以这做一些点，啊，这做一些点，所以我们呢，所以呢，这段时间给我提前的，这些方面要需要这个方面，这些情绪的，你家自己觉得呢？心给关，能知道心给关，对心给关啊，然后没有心啊，有心这么大。心，我心跳照有两天，甜的心跳照两天，啊，跳要滑，我没这个问题，那很平凡，平凡哪的心，心很单纯，你心得不丢，哪样不要得到，比方说的，等他的心也不是得必须的，这简单点，哎呦。这当然了，这咱们就骗了300块啊！这如果想给咱们新人的9.3万元，我就给200块钱。俺们我的新人跟，是，啊，这种经济呢，咱所讲的既然都是这个人呢，像1万年这资金。啊，他这句话叫做经常性的，中间的上课，所以这个，那既然咱这一个是中学的，对不来讲呢，第一个呢，这主站，这主站是我们顺延分析，啊，第一个是从这个分析，到上面的分析，而且。是风险的，这个观点风险的出发，首先将来解决好的风险的，如果这个咱们在美国也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如果你们这个风险风险呢，是希望天当年的自然有关，我们顺延天津的风险，纯然自在，啊，这天津本在本界。那风险是风险小，风险低。风险不下，啊，不是风险的。给时间给是
有些地方无啥问题，叫经营啊，进来进攻大家都在乎的，把税给你影响起来，你看来企业不买。
我们上一次引用《楞严经》的说法来讲到天地形成的道理。那因为佛陀在《楞严经》所讲的道理非常细、非常深，那也讲得非常广，所以呢，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把那种精神讲出来，我们只能够点其大略。那因为上次讲到的是天地生成，还有人生成的道理。那么人呢，生成就包括胎卵湿化各种四生六道的形成了。那佛陀也有讲到什么称为胎，什么称为卵，什么称为湿，什么称为化，各种的众生都有讲到。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详细有机缘我们真正的来开一堂《楞严经》的课再来好好讲。那如果说照佛陀的这个说法，众生的形成那么众生人的来源并不是猴子演变来的如果照《楞严经》这个说法，人呢是因为这个妄念所形成的那个妄能这是一种能量能量聚集而成的，所以这个质能可以互换，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这个我想呢，在科学的常识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但是呢，现在呢，科学家目前呢，似乎还没有办法把这种能量变成物质。那所以呢，这个物质变成能量，这个是有可能。那我们吃饭也就是这种可能吃饭把物质吃下去，变成力量，变成智慧，变成各种思考，那都是能量。所以呢，物质可以变成能量，那能量呢？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一个能量聚集足够强大，聚集足够时间那它会变成物质。有一点像呢，我们现在看那个卡通影片看卡通影片，把人具现化，或者是呢把物呢具现化，具象化这样的一个实体也可以配合着人的行动来行动。所谓念力那么这个用科学的常识都可以解读这些行为。那所以可见呢，佛在《楞严经》讲的这个道理那是被科学所验证的。但是呢，科学家还是没有办法从佛经里面来了解这种演化的道理。那照佛的讲法，人应该是一时顿现象产生的。所谓一时顿现呢，就是能量的这个具足能量的聚集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具象产生出来了。那具象产生出来了，就形成了各种万事万物。你看这个观念在我们易经里面的思想，太极它是具足阴阳两种的元素，但是呢，它还处在一个静的状态，就好像虚空。所以太极有一点类似虚空的样子。那它还包含着这种阴阳的元素，所以阴阳的元素呢，互相的这个交替久了就形成一股能量，
能量呢就变成一个物质，所以太极而生两仪啊。那么太极的方式呢，回归到无极，那就是呢，将这种两仪的这样的一个分相啊，通通把它化解。那所以啊，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太极动而有两仪四象八卦64卦的产生。哦，这个道理，中国的道家跟佛家他所讲的道理很类似，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讲的无极，其实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这个妙明决心啊，我们本来的那一份自信啊，如来藏啊，我们说良知本性。那现在呢，佛陀又讲到说，当人生成人之后，那他人又会分各种不同样的人啊，有的比较富贵，有的比较贫贱，那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愚痴，又会分成这些人。那佛陀后来呢，也有讲到，为什么还会有分这些现象呢？哦，我们举例他讲，这是各种的因缘、果报、纠葛、牵缠，这样呢一层卡一层啊，那一层牵一层所导致出来的现象。哦，造业呢，造业久了是下地狱，地狱呢也是自己先想的变现了。那地狱离开地狱之后，那因为他的这个习性还没有完全改除，所以呢就投生到鬼道，所以有各种不同样的鬼。那鬼道呢，果报受尽了，就转生为人道。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试着从这个人道里面的分别来讲各种样子的人啊，让大家知道，在人道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存在。那他第一个提到说，彼消轮者愁足复行啊，生人道中参合玩类。这个消轮啊，消轮就是本来是转生做这种枭啊，这种大雕啊、猫头鹰啊之类的鸟类啊，当他们偿还债务之后，那么转生为人道，可是呢，还是有余习。那这样的余习呢，转生到人道之中啊，他们就成了这个愚顽愚恶冥顽之辈。我们看到世间很多人为恶啊，他不晓得自己正在造下无边的这种业果。那愚顽呢，就是非常的愚痴，可是呢又很固执，相当的固执，不接受劝化，不接受的改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他的前世啊，有可能是枭，贪污的怪鬼，转变成枭，猫头鹰，我们说毒枭这种枭类啊，这种猛禽啊，就是这样转生为愚顽之类。愚就是愚笨，顽就是顽固。那么彼纠争者啊，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啊，参合异类。那纠争呢，就是这种旱魃鬼，就是呢对于人有害的鬼。那他呢，因为呢前世呢贪淫的习性啊还在，所以呢当他转世啊到人世间之后啊，就常常
转世成那种所谓的怪胎。哦，怪胎是真正的怪胎哦，就是长得很奇怪。哦，所以呢，譬如说他长得2颗头，哦，或者是2个身体，那这个6根不正常，哦，等等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怪胎。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个就是那个基因突变所产生的。那这些人呢，就是上辈子啊，他常常做鬼害人。那么做鬼害人，那又在各种怪异的这种动物啊身上染上了这种贪饮习性啊。哦，你看动物贪饮的，那也很多啊。哦，比如说这个水鸟啊，哦，这个很多啦，哦，一下子不会讲。动物淫欲不断的，那它呢，如果说能够恢复这个债务啊，偿还它的这个业息啊，那它转世为人，还是呢称为这种怪胎啊。所以可见呢，出生之后就是这些形状的人啊。那么我们社会啊，要用更大的爱的力量来感化他，啊，千万不要放弃他。那么这类的人呢，如果呢再得不到社会人的感化，那么他还会继续沦落。那继续沦落呢，那么有可能造成他永远再不能够成为人了。那么匹胡伦者啊，转世为这个庸类。胡伦就是狐狸，狐狸之类的，就是前世是狐狸啊。哦，那么前世是这个鬼魅啊。那偿完业障之后呢，再生为人道啊，在人道之中呢，就形成庸俗之类。哦，庸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奴仆啊，奴隶的命啊。所以奴隶的命天生就是奴隶的命啊。哦，有的人卑贱啊，自甘堕落，其实呢，那个不是他愿意这样子，因为他前世的业习种子就是狐狸来转世的，所以呢，他媚世囚笼啊，庸碌一生啊。虽然呢，这个逢迎拍马，但是呢，他的一生呢，也不会得到很大的福报。这是因为呢，狐狸之类的有欺狂的习性啊，有欺骗，狐狸善变，有这种习性啊，造成他现在人的这个样子。那匹独轮者，转生为狠类。独轮就是毒虫，那么他前辈子是曾经是毒蛇、毒虫、毒蛙，哦，有毒的害众生这种很深的，哦，譬如说蛊毒也是啊。那他的偿完业障之后呢，恢复人形啊，就变成一种很毒的人，很残忍的人。啊，这样狠毒残忍的人啊，那也不是因为他本来是这样子，而是呢，他的业习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一方面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习性了，造成他今天呢杀人放火、刚暴野蛮啊。那这些人呢，当然社会上要用更大的这种爱心，哦，用柔软的态度啊、谦恭的态度啊来转化他，让他的层次能够提高。再来呢，匹回轮者，转生为这个为类。为类啊，这个他说的回轮啊，就是蛔虫、爬虫等等啊，很细微的这个虫啊，需要寄生在人的众生的身上的。那他因为呢，
积怨蓄恶太久了，所以呢，他寄生在众生的身上啊，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因为他的恨呢、必须要这样才可以酬偿啊。那所以这样的人酬偿完了之后，他能够转世到人道，那么他就变成了为类。为类就是很卑微的，在社会上最低层的人，最低贱的人。跟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狐类啊，庸类啊，庸类是有点不一样，庸类是比较平庸，比较没有智慧。这个为类啊，为类是非常低贱的，在社会上非常这个初阶的人。因为我们古时候的这个阶级制度很明显的，从古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天生就是卑贱的人，天生就是奴隶种。那刚才说讲狐狸是天生就是庸碌的人，庸碌啊，但是呢，他又会搞怪，会拍马屁，所以跟这个微类有点不一样啊。再来说，彼食轮者，参合为柔类。食轮就是供人家食用的。以前呢，前世呢，因为傲慢习气啊，而成了恶鬼。其实我们说鬼道啊，其实鬼是很多鬼，但是我们大部分碰到了都是叫恶鬼。那么呢，它还有这个业习种子已经酬偿完了，来到人世间呢，就变成很软弱的人，很懦弱、很无能的人。那因为呢，他生前呢喜欢呢欺侮别人，大我慢呢，有这种我慢的心呢，所以现在呢就是很柔弱的人，软弱无能啊，不能自立啊。那这个在社会上也是很多。我们看到有些人好手好脚的，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工作，或者是说呢，抗压性很低啊，跟人家一言不合，然后就离职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柔类。那柔类呢，就是供人食物啊，供人食用啊。就是说，那个东西啊，是提供人家使用的。譬如说这个草木啊，譬如说这些花果，这些供人食用的，那他们也是众生之一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吃草木花果？我们可以吃素，吃素算不算是杀生呢？那么其实呢，严格的来讲，吃素也算杀生。吃素也算杀生。那这样呢？那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没得吃了。如果连吃素都不能吃的话，那么我们人就没得吃了。这个世间呢，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那他们会变成草木啦，变成这些花果啦，供众生来食用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果报。但是呢，他们这个是属于一种比较初阶的这种灵体啊。所以呢，草木是一个无情的众生啊，他没有感觉，没有见闻觉知啊，但是其实是有见闻觉知的，他有法性啊，但是我们人呢，跟他互动呢是没有办法直接互动的，他跟这些动物啊，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动物是有灵。那么这些花草树木呢，它没有灵，它只有识，所谓的意识，
啊，这个叫做柔类啊。那他说匹夫伦者，参合劳类啊，这个夫伦啊，就是供人服用之类啊，啊，前身乌网承袭啊，哦，供人家服用跟供人家食用这个类似，有一点类似哦，但是呢，他前身呢乌网承袭，就是说喜欢呢冤枉别人，哦，喜欢呢讲谎话。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啊，他来到人世间，就是参合在劳苦之中啊，所以变成劳伦了，劳碌一生啊。哦，有的人一生劳碌挣不到钱，那非常辛苦，辛苦到了他终其一生，还是呢没有什么所获，这个是劳伦。劳伦就是因为前世污网太深了。哦，再来就是彼应伦者，参于文类。应伦啊，应伦就是应着天气，应着气候，应着这个时间来产生的这些众生啊。比如说春天来了，哦，燕子就会飞过来。那么秋天来了，我们就看到红鸟就会往这个红鸟往南飞。那么这个呢，前生呢贪着邪见，自作聪明了，所以呢为魍魉，所以他前世呢是在山中的魍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邪见，而且呢他有一些小聪明。那当他偿还这个业障的时候啊，哦，恢复到人道还有这个余习，所以呢这样的人参合在文人之中，小有文采。但是呢，又不是呢惊天伟地的那种大文豪，小有文采啊。哦，所以上辈子是做这些春燕啊、秋鸿啊，哦这些鸟类的，这辈子呢就是小有文采。哦，这个算是已经不错的人了哈。再来说，彼修真者，参合民类。修真呢，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哦，能够预卜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种人呢，因为先前呢，狂诈诱骗，哦，利用这种手段啊，诈骗，哦，这个欺骗别人啊，成为意识鬼，哦，就是受到人家使役的，哦，就是受人教唤的这个鬼啊。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啊，他来到人世间之后啊，就会参合在民类。哦，民类就是比较聪明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呢，可是呢是属于视智变聪。哦，所以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有小聪明的人很多，但是呢，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智慧的人呢，却不多。这个就是呢，他前世啊，这个业习种子所种下的因呢，哦，利用占卜，利用这个预知能力啊，来骗人。然后呢，他说呢，寻伦者参与达类。哦，这个寻伦啊，就是呢很循顺的人，就是很顺从的人，很顺从的众生啊。比如说猫、狗，啊，还有这个鸽子等等的这些人啊，他因为前喜欢呢好结党。兴讼，结党兴讼，哦，做传送鬼，
我们说传送兵啊，这种传送信息的鬼啊，那这个鬼呢，偿还业障之后啊，来到人世间啊，还有业习种子啊，就掺和在达类，达类就是通达的人，明白世故的人。有的人他看起来很世故，很了解状况，那么在这种人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投资的人，哇，好像很厉害，一下手了，总是会赚到钱。对于人情世故啊，总是呢，这个圆融十方啊，能够呢，这个不欺不骗面对每一个人啊，都是呢微笑着脸对着对方。那微笑的脸对着对方不代表他的心就是微笑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达类啊，是属于这种。那所以呢，这几种类啊，都是我们世间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这是佛陀呢大略的说法，将人啊分成这10轮，分成这10轮里面呢，佛陀讲啊，这个无始来啊，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所以人呢，都是叫做可怜悯者。因为呢，他们前世曾经是鬼、动物来转世，然后呢，因为呢，以前所做的这些业习种子都还在，所以呢，这辈子呢，掺和在各种这个百业之中啊，掺和在各种人群之中啊，所以呢，被分成这10类，都叫做可怜悯者。其实他们很可怜，虽然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呢，不晓得人生的智慧，所以呢，佛陀把它称为是很可怜的人呢。那么从佛陀的分类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天地的生成啊，人的生成是这个样子。那人如果说他再能够继续修行，继续参悟的话，那他就变成天人。天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仙人，我们所谓的神明啊。那么《楞严经》也有讲到仙人、仙道这一个道，所以我们讲6道轮回，《楞严经》讲7道轮回，仙道也是轮回之一啊。那么《楞严经》的标准啊，那么看在道家里面啊，那可见呢，道家的那个修为啊，在《楞严经》之中啊，都还算是小道。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个如来藏，了解自性啊是体，了解自性有无边的妙用。证悟到如来的这一点本性啊，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这辈子既然为人了，那么一定是有很多罪过错在里面。佛陀说，淫、这个杀、盗这3种业啊，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纠缠了。因为有淫业，所以有各种众生胎卵湿化的产生。那么胎卵湿化这些众生产生之后呢，他们为了要生存下去啊，所以呢不得不伤害别的众生，去杀害别的众生，所以呢就造成了杀业。我们现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的牛肉要不要进口？美方呢，他很感冒啊，
台湾已经都说好了，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了？那所以呢，台湾这边呢，政府要派人去说明，什么原因？其实呢是要做私底下的一个沟通啊，台面下的沟通啊，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台面下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出来。那么你看，人吃牛、吃羊、吃猪、吃鸡，这些吃来吃去。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这辈子吃了多少动物动物因你而被杀的那一种啊，这种业障啊，太多太多，没有办法计算。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是佛陀讲的话。那么因为人有能力来杀羊，好了，这只羊被你杀了，这只羊被你杀了，它的这个灵啊，就不断的累积，等到它变成人了，你变成羊了，它又继续来杀你，总是要把这一份因果给了完，酬偿业报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这个酬偿啊，你也不能酬偿太多，酬偿要刚刚好，当然要把利息算进去啊。那酬偿刚好的程度，那你如果酬偿的太过，譬如你杀这只羊，你只能够吃半斤而已，结果你给人家吃了1斤，那么这只羊，它要想办法来吃你1斤啊。那如果这只羊变成人之后来吃你的肉，吃1斤，结果呢，它吃了2公斤、2斤，那这样呢，它又给人家吃太多了，吃太多了，这只羊以后呢，又转世为人，再来吃你一次，所以就这样，因果轮回不断的相淡相识啊。这个或者是说偷盗、强盗，你抢，像你这个去猎杀这些动物。他们并不愿意被你猎杀，但是呢，你有能力，你把它抢过来，这个是佛陀所谓的偷，所谓的盗。那盗的范围啊，就太多太多。我们呢，就大概点出来这个样子。那所以，因为杀盗淫这3种业不断的累积轮回啊，所以产生了6道轮回的现象，人没有办法跳出来。这个如果不是遇到名师啊，没有遇到真正的佛啊，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那所以呢，道乃是无极的真理落在人身上叫性。我们今天呢了解到这个性，那它是呢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变化万端啊，变化成动物，变化成鬼，变化成这些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自性变化出来的。如果不是名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还是落于后天居于气柄，避于物欲啊，为这种气数所局限我们怎么知道要超生了死怎么知道呢可以超凡入圣呢所以得受名师一指啊，是最大的福报的人。那么名师告诉我们，还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还不是说这样蜿蜒曲折的，直接告诉我们，你就是从这里修就对了。从名师一直下功夫就对了。那楞严经讲到
耳根圆通，哦，他讲到鼻根、舌根、意根、四根，他各种根都有讲到了。但是呢，独独称赞耳根圆通。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大的玄机啊，可以值得我们探讨。那如果说讲到根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舍是用根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识啊，用我们的根性啊，因为根性就是道嘛，根性就是那个自信，就是无极的真理。但是呢，碍于娑婆世界众生他的那个业习啊，所以呢，佛认为说用耳根是最适合的。那耳根呢，如果配合名师这一支啊，那么根根相通，根根为用。名师这一支是叫我们用根性去参悟，哦，不是只说用眼睛啊，用根性啊。佛陀说啊，你会听的那个听，你会看的那个看，你不是因为眼睛会看，你不是因为耳朵会听，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而是呢，你会看的那个根性啊，眼睛只是工具啊，让你看到这些事项，可是你没有眼睛之后，你还是看得到。没有眼睛之后就一片乌黑了，怎么会看得到呢？对，你看到无相了，你看到黑暗了，所以呢，那个看还是一样的。在佛陀的弟子里面呢，还有人眼睛瞎了，可是呢，他看地球就好像呢手中的苹果、手中的芭乐一样这么清楚。那是呢，因为用根性在看。那么耳根圆通呢，也是你要听啊，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你要去听。那么刚开始呢，名师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那它是很适合用耳根来听啊。哦，用耳根来听你的根性。那么世间万物的声啊，都是无字真经，那个五字真言的声音。哦，那你的这个真主人啊，住在玄关这里，住在玄关，然后呢，这个跟听到了这个佛音呢，互相契合，互相契合之后啊，你在阐到说，你这个是人啊，有一个真主人。那这个真主人呢，并不是肉体的我。所以佛陀讲，非我非人啊，哦，非一切东西啊，你所讲的一切都不是，但是你所讲的一切都是自性的变化。这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哦，也不见得讲得圆融。我们再来慢慢探讨。那我们因为要呼应尽天地理神明，那所以呢，我们特别呢，再把《楞严经》里面他讲的这个仙道的修持啊，仙道在七道轮回里面，仙道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他说呢，有的人呐，已经成人了，但是呢，不依正觉修三摩地，没有依照的正知正见来修呢这个止观呢，来修大定啊。那所以呢，别修妄念，存想故行啊，别修妄念，用这个妄念来修啊。想要固行，就是保有这个肉体啊。由于山林不及处啊，有10种仙啊，这个游走在深山重谷、山洞之中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仙人总是跟山林离不开。那他因为呢要离群索居啊，躲开这些人世间的烦扰，
所以呢，他必须呢住在山林里面。那佛陀讲有10种仙呐、就是这种状况。他说呢，夫故食而不休息啊，食道圆成。哦，这些人呢，想要长生不死，所以呢，他整天呢，就是呢，用各种药物来做炮制，或者是说做饼干、做药丸，哦，用这些药物呢，来让自己达到养生的方法，可以呢，这个健身益寿啊，身体轻安呐，走路快速。那这样的人呢，可以成为地行仙。啊，佛陀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地行仙。哦，走路很快速，再透过这个吃药，啊，它的药是有形的药哦，只要吃灵芝、吃人参、吃世间上的各种珍品，然后呢，成为一个这个很长寿的人。哦，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讲到了。哦，锐气千条。哦，吃了这个之后啊，光芒万丈啊，这个是地行仙。那么他说呢，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药到元成啊，名飞行仙。飞行仙呢，就是呢，不食人间烟火，专吃草木。草木跟我们刚才讲了，专吃药物啊，这也是差不多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专吃天然的东西，哦，这些灵芝啊、黄金啊等等的，日子久了，修炼成功啊，可以步行如飞，登山越岭，哦，像在飞一样，所以叫做飞行仙。刚才那个地行仙，他还没有办法飞。它可以走路很快，那这个可以飞。再来呢，就是兼顾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化道圆成就是游行仙。哦，专食用了各种的金石。哦，我们说这个铅汞啊、烹铅啊、煎汞啊、炼丹啊、煮药啊。没有间断。哦，服食金石啊，刚才是服食草木，这个是服食金石啊。修炼成功可以啊，脱胎换骨，点石成金啊，超脱而游世外。哦，这游行仙，所以飞行仙跟游行仙比起来，游行仙又更高一招。那飞行仙是可以在世间的山川五岳这样飞行。他这个游行仙呐，可以呢游于这个世界之外。再来呢，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气精元成，叫空行仙。空行仙呢，就是一种修动功的人。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动止，动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练功夫啊。我们说勤练武功啊，或者是说呢，止呢就是修静功，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那这个就是很像道家的这种打坐的功夫了。那这样的人呢，练神还虚啊，还于虚空，那他可以出定入定，腾云驾雾，所以叫空行仙。那可以腾云驾雾了，可以出定入定了，所以他在这个他的境界里面呢，他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定中。那所以啊，他可以去游玩天堂，游玩世界以外的这个太虚啊，所以叫做空行仙。那么兼顾精义而不休息，润德圆成，这个叫呢天行仙。这种天行仙呢，
就是呢专练这种口水，我们说金翼啊，吞金咽液啊，古天子吞玉浆啊，使这个水生火降啊，结成内丹。这个是我们说了金丹的功夫了。那金丹结成内丹之后啊，那么这样的人呢，水火既济啊，功夫成就，内润床外，外润面容，所以鹤发童颜，不为物累。由于天上叫做天行仙。你看这个我们说搬迁练功啊，抽坎填离啊，就是这一类的修法。所以这类的修法修成，最后的结果呢，润得圆成，叫做天行仙。那可见天行仙又比空行仙啊还要高一招。能够乘天地的正气啊，来游于天上。大概3界10方都可以游行了。再来呢，兼顾金色而不休息，息萃圆整，叫做通行仙。通行仙呢，就是呢专吸日月的精华。早上呢对太阳吸太阳的精气，晚上对着月亮吸月亮的精气。修炼成功了，能够精气潜通，形与气化，神与物通啊。这个形啊能够变化，一下子这个人形不见了，然后跑去哪里？跑去了这个神游太虚啊，可以穿金石，到水火，往运无碍啊，叫通行仙。所以我们这个笔记小说里面常常看到有一些仙呢，能够穿过这些山石，能够呢入大海，入这个大火，都不会有事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通行仙。这样的人呢，他的肉体呢，可以变成能量。肉体变成能量了，他可以到处去遨游，可以通达世间的任何阻碍，已经障碍不来他。这个叫做通行仙。再来呢，就是兼顾咒紧啊，而不休息，术法圆成，这个叫呢道行仙。那就是呢专心持咒啊，来求延年益寿啊，又延迟斋戒，又呢这个降妖驱魔。这样的人呢，可以养生，可以医病，可以利人救世了。所以呢，这个叫道行仙。所以很多道士，我们看到古时候一些道士啊，哇，他可以这样子随便画一画，或就成为一个病符来治病，随便搓一搓就成一个药丸来帮助众生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道行仙。所以呢，修行兼顾其心呢，专持咒语。这个呢，道行仙，又高一招。那兼顾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叫做呢照行仙。照是这个照见，照相的照。照行仙呢，就是呢沉思静念，不思善不思恶，存想顶门而出神，气于迹象而聚气。要修泥丸功啊，修泥丸功的人啊，神可以出入自在，气可以上下交通，形神照应啊，化成金光。所以呢，他也可以带着肉体啊，这个化成能量啊，四处呢去交通啊。这个是控制意念，从意念呢下手，这是照行仙。再来呢，兼顾交构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叫做精行仙。那么兼顾交构啊，交构跟男女的交构其实呢很像。那他不是说找男女来交构，他是意念呢，所谓的这个婴儿差女，
婴儿差女常常练。那么婴儿差女就是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嘛，所以离是属于火，那么呢，这个坎是属于水，水火交际啊。坎中满就是差女，离中虚就是婴儿，所以差女跟婴儿互相交媾，就会结胎。那结胎就是养金丹。婴儿差女相逢在黄庭，相逢在黄庭就是属于义。我们说义守玄关呢，这个义啊，已经呢成就为丹了，叫做精行仙。再来呢，就是呢兼顾变化而不休息啊，觉悟圆整，叫做呢觉行仙。觉行是觉是断绝的觉，那么它是立志研究各种物理的变化，各种呢事物的这种探讨啊，结果呢发生了这个感悟，有所感悟之后呢，它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还能够将春夏秋冬来调换，这个叫觉行仙。所以变化时空啊，能够变化时空啊，那是因为呢，这个在物的现象啊，把物的这种体性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悟透了之后呢，就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运转世事，那个叫觉行仙。以上10种是佛陀所分析的10种仙呢。那么他讲的这些仙呢，在道家里面所说的大概都已经有包括了。那么如果说从《楞严经》的角度啊，那么这些仙人啊，还是不究竟的人。但是呢，这些仙人啊，已经是我们世间人所称的神人。我们说神明啊，所以我们讲到敬鬼神啊，敬鬼神就是因为我们世间还有这么多鬼神。当然这些仙士就是神。那这些仙呢，他在这个人世间，他可以帮助人世间，也可以毁灭人世间。他也有7情6欲。那么他的发善心要来帮助世人，他的道行当然就越来越高。他发嗔心来毁坏世人，那么他的这个道行就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些仙类啊，佛陀继续跟阿难讲，是等皆于人中练心啊，不修正觉。这些人呢，都是在人伦之中啊，来练他的心。我们说呢，修心养性。修心练性啊，可是呢，还不是修正觉。你看这些仙，他讲到的是因为他的坚固变化，不休息。坚固就是说，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坚持住，而且呢，认为说这样一定可以成就，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去做他的修炼。但是呢，这些跟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那所以说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他们呢可以修到这个超生这个长生不死，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悟到正觉。寿千万岁啊，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啊，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你看，佛陀讲，不修三昧，不修呢正定，不修正知正觉，所以呢，他的福报享完了，他还继续散入诸趣，散入到6道之中。那有可能
仙就降一级，就越降越初级。那仙又变成人，人又变成畜，畜又变成鬼，鬼又变成地狱。虽然呢，他们在深山大海岛，在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呢，轮回妄想流转。他那个并不是不死哦，他还是会死哦，只是呢，他可以活得很久。我们道场讲啊，老前人常常讲的守尸鬼，他活了那么久，可是呢，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这个正面上的影响。对于度化世间呢，也没有政治正见。对于自己超生了死呢，更是一无所知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超生了死了，殊不知他已经落入了仙道。那仙道至少比人道高啊，可是呢，仙道呢反而不容易成就啊。那不容易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神通、有福报，比人好，没有像人这么苦啊。人道苦有它的苦的意义啊，所以人好修行，仙不容易修行，神不容易修行，所以有它的原因呢。那所以我们去看到那些鸾堂里面的神仙啊，希望他来打帮助道，度化众生，他们的回答常常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就是莫强求啊，他们有他的神旨啊，有他们的仙道要去走啊，所以呢，修行不见得比人快。那么我们想到念佛往生的这些人，可以带业往生，在佛的加持之下，在极乐净土继续修行。那至少他不会堕落，所以要去那里也不简单。那不会堕落，一直要修到成佛，他的那个过程呢，很长很长。那很长很长啊，也许一个人啊，在人道受苦修炼啊，他的成就啊，会比极乐净土的众生啊还要快。所以啊，这个选择法门啊，你要看清楚，认清楚啊。今天是名师传你大道，大道在普传啊，你得到这个大道，你要赶快认清方向，赶快呢依理而修啊。他说呢，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留意啊，成瘾生敏，命中之后，临于日月，如是一类，名是天王天。你看他开始讲到天道的神明。那么天有28层天啊，所以呢，我们从仙道讲到天道，它这个道还不太一样呢。那我们28层天我们就不用讲了。总之呢，这个就是神仙之类。所以你看我们世间这个空间啊，神仙之类的众生啊，那不晓得多少。那么神仙之类的众生都有神通啊。他们的神通依照他们修行的功力啊，而有浅有深啊。所以那些专显神通专用来欺世媚人的这些人啊，这些神仙啊，其实啊，他们也有烦恼障碍，他们也在六道七道轮回里面。我们刚才讲的用这些仙来代表，那么是天王天，一直到这个所谓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啊，都是叫做天人，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么他们都以为他们自己呢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其实还没有。
还在轮回生死之中啊。但是福报特大，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说天上的神仙啊，就是我们修道的目标，那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准的目标是那个无极真理。无极真理就是《楞严经》里面讲到的如来藏。如来藏如如不动，可以呢应遍十方。所以这个无极而生太极，无极的现状啊，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啊，我们的良知本性啊。那么呢，因为呢，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法运的末期末法、末世、末劫，都是在讲这些。所以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有各种邪知邪见的人啊出来了，就是刚才比喻的这些神仙啊，或者是说鬼魅啊，通通出炉了。那他们也要收他们的盘，各收各的盘。你今天被谁收去了？那你要很清楚啊。你今天可以皈依到名师的门下，你已经是无比的幸运了，这是无比的福报。你要晓得，你累劫以来所修行的，就是在等今天这一会名师一指点，现在已经得了道了。我们如果看到《楞严经》讲的这些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些神仙啊，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唯有依照正知正见、真理真道来修。那真理真道呢？因为呢，各家各派的讲法太……大家早安。修道要修到如如不动，修到这个三摩地啊。那么我们上次讲《楞严经》，《楞严经》教我们反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那是文思修里面开始下功夫，从文的根性，然后去思考，然后去修行。那么在耳根圆通之后的介绍啊，阿难跟佛陀之间也有很深入的对白。为什么这些修行人，那么在他们得到成就的时候呢，却受到魔的干扰，甚至呢入了魔道？那里面呢，佛陀也有很精彩的开示啊。那这个《楞严经》讲，存想即非啊，存情即罪。这个观念呢，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欲念，也没有任何的想法，那他呢，都是往着这种理天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圣贤人的境界，这样不断的去坚持，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会不断的去飞升，不断的飞升而成就。那么当他飞升成就的时候啊，大地震动，其他的这个魔宫啊，会有这个地震的现象啊。那么这种摇动的现象啊，造成天魔呢恐惧惊怕。只要有一个修行人得定了，进入了一个境界，那天
天魔的这种宫殿啊，就会崩裂，哦，天翻地覆啊，好像呢在水中摇晃一样。那所以天魔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快要有人成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呢，能够加入魔的眷属啊，那么他一定力量呢会增强很多，如虎添翼啊。所以呢，想办法去干扰这个修行的人啊，让他呢能够呢失去他的政治正见，加入魔的这种眷属。那么，所以《楞严经》在讲，这个地震，哦，这个世间的地震啊，人呢认为说啊是自然的现象，哦，在惊恐慌之中啊，也没有办法应付啊，是自然的现象。其实呢，如果说从《楞严经》这样看的话，好像不是自然的现象。那最近有新闻报道说啊，其实地球的天灾地变啊，都是外星人造成的啊。有一说呢是外星人他的影响，那么这是有可能，有可能原因就是呼应《楞严经》的说法。那么外星人到底是哪一个外星人，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啊。但是呢，他在修行，如果说修行到一个境界，就会产生这里所讲的哦，大地震彻啊，水陆飞腾啊，整个地牛翻身啊。那照理讲，你虽然是这样子，哦，整个大地震动，可是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也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啊。你又何必惊怕呢？可是呢，众生因为呢有那个业习啊，感到惊恐，感到害怕。那么这个惊恐害怕呢，产生了他对于整个天地的累劫以来不平的现象啊，对于天地呢咒骂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爆发出来。于是呢，就产生了，连他自己呢也会因为这个震动而产生灾难。那需要知道，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禅定了，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离相为禅。外离相为禅的功夫呢，就是放下这种烦恼啊、无明啊，放下你的分别执着啊。内不乱为定，内不乱就是说你见了相，你所看到的是根性或者说见色尘的根性。眼根的根性，听这个声音，听是闻根的根性。你呢根性呢如如不动，内不断，所以这个呢叫做禅定。那么如果说众生呢能够依止这样的一个道体来修啊，没有任何的所谓境界，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老前人在《真言集成》里面解释我相，我相是什么？我相呢，就是说一个人啊，一生忙忙碌碌啊。为了自身的努力啊，为了前途啊，为了名利啊，而这样子执着这一个身体啊，你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身体为了你的家庭所以呢，这个是我相。
那么你为什么会有你这个身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我们讲过，这个《楞严经》所讲的，这个都是呢妄心变动的结果。那妄心变动的结果产生的这些业缘境界你又不断的去执着它，结果呢，造成更多的习气因果出来了。所以呢，你有了我相，就分别你我，分别你我，见好的就去攀缘，见不好的就去唾弃，就去舍离啊。所以嫉妒人之有财，或者是说攀缘人之有贵，那这样呢，都是众生相。色受想行识合起来，贪嗔痴爱这种烦恼泯灭了我们的灵缘，这个就是众生相。所以你看，有了我相、人相之后众生相呢，表示呢，外在的众生、内在的众生都干扰了我们自信的这个灵缘。外在有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内在呢有这些贪嗔痴爱、杀盗淫妄，所以造成了这个灵性更加的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受果报，结果呢不断的在轮回。那么这个是众生相。那么有的人呢，为求现在的福田，为了求养生，或者求永久保持住他现在这个名位，会用尽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这个呢，就是受者相。那么这个修行呢，都不是菩萨，因为呢执着于相所以佛要我们放下这些相，放下这些妄想，放下这些无明因为相既然是妄想所产生的，那么重点是妄想也要放下，你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相的本质。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金刚经》所讲的话。诸相非相，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想想看，这个世间，我们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那只是暂时使用。你想想看，什么东西是你的？你能够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包括我这个肉体，我能够说得出来，希望呢，这个在所有的物象里面至少我拥有这个肉体，所以这个肉体是我。肉体是我，这个也是错误的假象，因为呢，肉体不是我。因为肉体如果是我，照理讲，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掌控它。我可以让它不要老化，不要生病，不要死亡。照理讲，我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说，那利用丹药，利用咒术，利用各种这种坚固的修持方法，要达到长生不死，错误了。错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假的，你要保有假的，成为永恒，那根本就是妄想。好像呢，你拿沙要来煮成米煮成饭你要把磨镜把这个砖头要磨成镜子这是不可能的，永远是不可能的。这个是认错根本错用功夫。那错用功夫呢，是修行人最大的忌讳。可是呢，偏偏呢，很多人在修行的路上他常常呢执着境界，所以呢就着魔了就越离越偏，这也是错用功夫那所以
佛陀在《楞严经》有讲到，这些修行人为什么在什么现象呢着魔，以至于说呢，他根本没有得到正知正见啊，所以在整个修行的路上啊，是白费功夫啊，甚至让自己堕入了魔子魔孙，成为魔人啊。那我们先前讲到，这个众生有10大类的人，有10大类的原因。那么成为仙也有10大类的仙。那么《楞严经》也讲到，这个菩萨的位阶啊，有60个圣人。啊，照理讲，菩萨呢已经是超越生死了，有10个圣人的位阶。那么他认为说，我们要走的是菩萨的路线。一步一步的往上登高啊，所以有所谓的10住、10行、10回向、10地，哦，有什么甘味地、4觉行等等的这些菩萨合起来共有60个，所以你要每一层一层去突破。那么菩萨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呢，把这个幻象啊，把它呢看破，把它放下。哦，断贪嗔痴，看破放下，这样呢就是菩萨的路。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那所以现在什么是你的？你的这个大庙，哦，你在道场所办的一切，你成就的后学，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没有一样是你的，你只是参与这个过程当中而已。哦，老前人讲一人办一段呢，你这一段过去了，你就可以回天脚趾了。你不需要再眷恋你在世的这一段了，你再眷恋啊，那么你就是成了这个诸相而见相，那么你不是如来。你不是如来，所以你不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所以，这个佛陀啊，有帮我们细心的分出修道的过程，你在无形之中所着魔的现象，我们这个人可以稍微来讲一下。那什么状况？那么他刚才讲。存想即非啊，存情即罪。那么存思想，就是往意内去观的人啊，那么他就会飞升，他就不断的层次不断的上升。那上升呢，又有所谓的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真正的能够突破这种6道障碍的，那就是呢，这个。4果以上的阿罗汉，那才可以这样子。哦，阿罗汉还是小圣，他要回小向大。哦，我们说顿根的阿罗汉啊，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成就啊，所以回小向大，然后呢，踏入菩萨的修行。那这个都是要名师的指导，如果没有名师啊，我们不了解这种道理。那也就是说，众生的根性啊，事实上呢，他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么阿罗汉、独觉、圆觉这些修行人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自己已经得到涅槃了，他们自己已经成就了，所以呢，就进入了完空的阶段。那完空了，他也不用特别去知道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佛。因为呢，他就是佛。那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要人先从小圣，然后再修大圣？就是因为呢，一定要懂得回小向大。那佛陀为什么不直接讲大圣呢？那为什么还要讲小圣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要呼应众生的根器啊。你一下子讲这个大道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了解的。
你看我们一贯道这个名师指授祖祖相传这个一贯大道大部分的众生就没有办法了解，甚至呢没有办法相信。我这么一点，天榜挂号，地府抽钉，哪有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不用修行就已经天榜挂号，地府抽钉了。那我再修行下去，我就真的能够回到天堂了。所以世间的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用这种立根顿教的方法去成就它。你要像每一个人都像慧能这样子一点就通了，那这个世间呢是天才的世间了。佛菩萨也不需要累世来到这个世间来这个转法轮即使是你已经理路已经悟通了，可是呢你还要去历练理可顿悟，事要渐修你虽然知道这个理了了解到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可是呢，那个境界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你还要去悟去证，在人世间，在社会上，在大自然之中。那所以道之宗旨，他告诉我们，道就是呢，从人跟身心的关系，了解人跟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人跟众生、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大地万物的关系，从这些三个角度来了解到你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能够从这个三个方向来悟测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来藏。那一份良知本性那么今天名师传道给你那就真的是很得受用，你真的是得到了，也成道了。那么以前呢是先修道再得道，现在呢先得道再修道。那如果说照成就的方法来讲，那应该是先修道再去成道，这样才是正途可是呢，仙佛讲天时紧急老天不忍玉石俱焚，所以先把道传给你。那今天我们得了道了，不晓得道的宝贵、奥妙、珍贵甚至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受到一点境界的干扰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这个都是呢累劫的这种妄想习气无明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孔子讲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事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愚昧的人，可是呢他就喜欢自专自用，好夸大他见而好自专，他是一个卑贱的人，可是呢却呢固执己见，专门独断，生在这个世间以反骨为风潮。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是谁？老人就是这些圣贤人古大德，这些佛菩萨。今天呢，有人以反对这些老人为主要的诉求为主要的手段，来张扬自己的这个言行张扬自己的名声，张扬自己的论见他们都不晓得灾及其身者也，灾难就快要来到了。你不听老人言你自己要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做错了也不愿意听老人的指导，所以呢一路上呢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也许你还有悟得一天呢你如果呢
执迷不悟啊，不知道悔改啊，不知道回头是岸啊，这么一下去啊，结果呢，茫茫然6万年啊，不见踪影了。佛陀说：“可怜悯者，可怜悯者。”那么这个不是佛陀，这些圣贤人啊，不慈悲，不教我们啊。因为呢，你不接受古人的教诲，你不接受了老人的教诲，所以我呼吁我们修道人，我们现代的修道人，现在呢，我们虽然没有说常常可以跟到大德者，但是呢，我们还有这个古人的经教，圣贤人的经教留在世间呢。我们常常去读它，常常去领会它，去接受它，那么同样的道理也是可以成就的。我们常常讲孟子的故事啊，孟子跟子思啊，那是没有碰面的。那么孟子为什么可以传承心法，传承道统？那他是因为他听老人言，他学老人行，他呢看了《论语》，看了孔子的话，发心要学孔子，结果呢就真的成了孔子。第二个圣人，所以叫孔孟。第二个圣人应该是颜回啊。为什么我们后人不称孔颜，也不称孔曾、孔思，但是呢，独称孔孟？为什么？因为孟子他做得很彻底，他学习的可以说学到了90%啊。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孟子这样子。你依照一家之言，依照圣贤、古大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好好的来参悟，好好的来修学，你也会成为这一派的一个开悟的人。那不管呢，你是学三教的经典，学各家各派，学五教的圣人，不管呢你是学哪一个，那么只要是呢政治正见你都可以从之中而入到这种戒定慧的一个程度，好好的行持行持之中得到一个定力那么在这个定力当中你会得到这种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要知道外离相是禅，内不乱为定，是禅定所以从五教的各种法门，你得到这种放下妄想执着内在如如不动，互相的感应那么你就可以步步的走上菩萨的位阶。那佛陀他讲到说色受想行识这五阴五阴有10种的这种现象会干扰你。因为五阴本来是空的所以叫五阴魔。那么这个五阴是空的，修行人会认为说在这个用五阴修行的过程会认为那个境界是真的那坚固的妄想会认为那个是修行的根本结果是五阴魔其实我们的五阴其实也叫魔。我们说五贼加上一贼是6个贼。那佛陀举例他说一个在修行的人很精妙的来研修这种定力，闻思修的这种功夫四大不思，四大不知少选之间也就是说四大就地水火风，这个四大都没有什么样的障碍四大不会造成它的各种的障碍困扰
那么这样呢，生人出哀，生就是能够在地水火风里面啊出入入，啊没有障碍啊。这个呢叫做精明流溢前进啊，施但功用占得如是啊。这个就是精明流溢啊，啊精明流溢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啊，他的这个光明啊流散出来，已经有看到功夫出来了。那么看到这个光明的精神啊流溢出来了，这是暂时的功夫啊。他说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啊，这个不是你已经修到这个境界了，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如果做圣解，即受群邪。如果说你认为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了，你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呢，你就会受到群邪的陷阱，受到群魔的干扰。你看看哦，修行人哦，在这一丝一毫的这种念头之中，魔就趁隙而入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啊，五种魔啊，五种魔还分为10大类啊，所以50阴魔啊，50阴魔他用各种方法要来干扰修行人。那个你看我们说的魔是阿修罗，阿修罗是在6道之中通通都有，所以他也可以跟天的这个天主啊互相打仗，因为他也有他的神通啊，也有他的能力啊。那么人界也有阿修罗，鬼界也有阿修罗。这阿修罗的形成啊，都是人修行到那个境界了，结果呢一心偏差，一念之差，着魔了，着魔就变成阿修罗了。佛陀举这个是色因啊。那么他又举说啊，复以此心啊，精研妙明，其身内测，世人忽然于其身内时出扰毁。这个人啊，内心修到精神光明，有这种巧妙的变化，他的身体呢可以看透他的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他身体里面呢有这个蛔虫，有蛲虫啊，他可以用他的手去把这个蛔虫、蛲虫把它剪出来，身相宛然，亦无伤毁啊！他的身体啊，手伸进去了，拿出来了，身体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毁伤，可是呢，蛔虫不见了。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施但精行，占得如是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呢，只是暂时的现象。有些人呢，修到一个境界，然后呢，会有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境界，或者是说呢，做到什么梦，都是吉祥的瑞兆啊。但是呢，他执着这种境界。佛陀跟你讲了，精行占得如是啊，这个是你的精进的修行啊，暂时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不要去挂碍执着它。不是圣正，也不是圣心呐，这不是圣人的境界，也不是圣人的这种心念呐，这是好的境界，所以叫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说认为说你就是已经得圣了，成就为圣人了，成就为法师菩萨了，法身菩萨，自称什么佛菩萨再来了，那么呢，你就受了群邪了，你就着魔了，着魔就会受到魔的干扰啊。这是一种，佛里面还有举很多种，太细微了，讲得太明白、太清楚了。在修道人的起心动念上，
如果没有像关圣帝君这样啊，哦，一身浩然啊，义薄云天啊，真的很难达到这个儒家这个释家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他又举例特别说呢，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使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摄入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除了身根受事执此之外呀，其他的根啊，其他的魂魄意志啊，都能够摄入为宾主。你成为主人，你成为客人，都可以调换来调换去。那么魂魄是人一个很重要的灵体啊。那么魂魄怎么可以对调呢？但是呢，因为呢，一个修行功夫的人啊，他可以呢调魂魄，可以呢互换为宾主啊。那么他可以调魂魄，表示他魂魄呢可以随时移动了。忽然于空中闻说法音，或于十方同复密意，此为经魄地相离合。在空中听到了佛在讲经说法，或者是听到十方的声音啊，好像是佛的声音啊，在讲说秘密的真意。那这个是经魄呢地相离合，这个是你这个人的灵性啊，他的所附的精魄，精魄，我们讲灵魂之外，为什么要精魄呢？灵性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产生新的意境之后，那它就会有需要这个精魄来成就这个肉体，来感应这个世界呢。那它的精魄呢，可以相离相合，已经达到这样境界，成就善种，暂得如是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你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个是，你得到了境界，你就是你证悟的境界，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么呢，这个就是善境界，就好境界。你听到佛在跟你讲经说法，听到十方如来在讲说秘密的真意，那这个是好境界。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认为说你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然后呢，一直是去钻研它。如果做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认为说呢，那么你已经证果了，你可以什么都不顾了，你可以完工了。什么都不要了，你已经达到佛的境界了，结果呢，即受群劫，就会受到魔的干扰，为魔所乘这是一种境界。那么其心呢，成肉角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弹射。他的心呢，修到心地非常光明，心地呢有这个各种光可以释放出来啊，让这个十方国土啊、十方宇宙啊，遍作这种阎浮弹射。阎浮弹射啊，那应该是一种这种紫光色，大放光明。哇，那这种大放光明的，在我们的书里面只有如来才有办法做得到。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具天台光，具天光台啊。好像呢，一切的众生呢，都变成如来的化身了。小鸟它飞过了，也是如来啊。这个蚂蚁在那里搬东西，那也是如来。一切种类都是如来。那这个已经是在极乐净土了。只有净土才会看到万物都是如来。他说呢，又看到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法身佛。看到法身佛呢，坐在天光台上啊，
有千佛围绕啊，百亿国土与莲花俱时出现。哇，看到佛显现呐、看到这些佛菩萨围绕的这个法身佛，此名呢心魂灵悟啊，心光严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这个呢是因为你的心呐、钻研到一个定力啊，进入到一种禅定之后啊，那么你的灵魂呢、有所感悟，然后呢感得这些诸佛来现象给你看。但是呢，暂得如是，非为圣正啊，不做圣心啊，暂时如此而已啊，不要做圣正，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也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果位了。那这样呢，就是好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认为你证到果位了，那么你就着魔所变了，为魔所乘，你就落入魔道了。你看，像这种境界，在我们道场看来啊，那这样已经是不得了的境界了。即使在我们人世间看起来，这样的人呢，已经是不得了的人了。可是呢，佛陀却说啊，这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你不要去着那个境界，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悟证到那个境界，完全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那个就是好境界。那他接下来他讲了很多项，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解说。我们只大概提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好境界、坏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坏境界现前，你不要恐惧，你不要惊慌；好境界现前，你也不要欢喜，你也不要呢狂乐，你就是呢如如不动，照样修你的清净心，平等心。修你的恭敬心，一切相呢，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到这个如来现身给你看了，这个也不是如来的相。如来怎么会有相呢？如来没有相，那这个就是自性的相。所以呢，不要去说自己是什么佛来转世，自己是某某大菩萨来转世了，讲这些话的人都不负责任了。因为呢，从古到今记载啊，所有佛菩萨转世啊，他通通不会讲，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知道他也不会讲。那我们道场这么多这个长龙卧虎之辈啊，他是哪一个洞府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可能是西天的某大菩萨，这个儒家的某大弟子啊，可能呢，佛陀叫阿难一定要来生来人世间，说不定阿难现在已经在人世间弘法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阿难，谁是颜回子路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那个人自称他就是颜回，他就是子路。他就是阿难，他是菩萨来转世。那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去相信他，他已经着魔了。因为呢，佛菩萨自己不会称他自己是佛菩萨。所以在我们这个台湾的世界、台湾的社会里面呢，很多的这个法师啊，很多的这些修行人啊，自称是什么佛、什么菩萨来转世的，哇，信徒多得不得了。那么后来呢，深信国法，国法受完之后呢，这个人还要再继续堕落地狱，因为他影响了这么多修道人的心。岂不闻宁动千江水啊，不动道人心呐。这些地上的这些现象啊，我们可以去动它，
可是修道人的心呢，你如果去干扰他，你去动他，那么你自己呢，是不是也受到那个因果的牵缠？他本来要成就了，结果没办法成就，那他是不是要找你算账？您动道人心了，不动道人心了。那魔为什么可以来干扰呢？因为魔是我们自己产生的，魔不是外面有另一种形象的魔魔都是心魔啊。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妄想，我们怎么会有那个魔呢？你看台湾的诈骗集团那么多，喜欢被诈骗的人更多，为什么呢？那因为呢，他认为说，这个有机可乘有一夕致富的机会结果呢，被骗的人更多。那么我曾经呢，也受过诈骗集团的诈骗，非常感叹的，自己修行到了这个境界，还会受到诈骗集团的。当然以前呢，还没有这种悟境愚痴我想想，我这一辈子在40岁以前几乎都是在做荒唐事，浑浑噩噩也不晓得在干什么，受着命运的摆布那结果呢，一步一步的照着命运的这个戏本，这个剧本来演自己的戏，在这个戏中呢，喜怒哀乐高低起伏命运是非常差，想要求的求不到，想要得的得不来。那么不管在什么单位、什么团体甚至在道场，都受到无穷无尽的这种排挤跟阻拦。要成就一件事情，一定要奋斗，用很大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去完成它。这个是我40岁以前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呢，也不要去着进，也不要去求进。虽然呢，很想希望呢，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但是呢，那也都虚妄了。因为呢，我们常常求不到。我们求不到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那么我们会怪佛菩萨。怪佛菩萨呢，那么你又造了一层罪，你又起心动念，让自己受了更大的污染。所以呢，不要去求了，不要去着相了，不要去攀缘了，一切现象呢，都是自心的变现了。你知道是自心的变现了，所以呢，你今后呢，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更懂得放下了智慧。那些妄想、无明、执着等等的烦恼让它不要有升起的机会。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变少了，起心动念变少了，你的这个心地的清净了，自然呢，你就有智慧，有智慧呢，你就有办法悟透这些圣贤人的经义如来的教法。那从如来的教法获得到更深的智慧进入更深的禅定然后呢，敷衍更宏广的大法这个是我40岁以后希望呢能够做的事情40岁以后呢，因为呢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所以老天还是没有忘记我，在40岁以后有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贵人的牵扯让自己呢在这个心性的路上知道怎么下功夫贵人不是给你贵人是指点你这功夫还是要自己下。那功夫不下呢，那么给你再多贵人也没有用今天呢还有办法在这里看楞严经，讲楞严经。照理讲，以前我看佛经是都看不懂的。那么自从
发扬了这个关圣帝君陶渊明圣经的经义之后好像呢豁然贯通一样。那一经通百经通现在要来解诸佛菩萨的这些智慧渐渐的还能够知道讲个皮毛这些文字呢这么深奥，还可以接受，还可以看得懂，还可以为人家讲授。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强调一门深入的道理。一门深入就是说，你不要做通家了，你什么都会，什么都行。那么呢，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你看我们道场，常常看到道亲，他什么都会，他楞严经也会，维摩经也会，道德经也会，论语孟子也会，没有什么不会的。那么也许他已经通了，也许呢他只是博学。那么如果是通家，我们还是建议说，他在这个一个法门上，把它钻研到底，钻研深入深入到达到开悟的境界。那么这样呢，他才可以博学多闻。所以上次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认为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要开始来例行这个工作，因为他想要带领更多的学生的修行人，那么要引导他们，他需要博学。那我就告诉他，刚才我所讲的一门深入的道理。带伙食团的经验，我们都是实战累积过来的。虽然后学在伙食团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现了，但是呢，各种状况还是都遇过。当我们在讲我们的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感受呢，似是而非呀，因为火候还没成就嘛，所以呢，遇到资深的讲师来会认为说你这个讲的不对。那么根据资深讲师的说法，又碰到点传师来了，点传师会认为说这样的观念也不对，点传师有更深入的看法，所以呢，每一个人呢有他火候程度上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什么做标准呢？那么我们夹在中间的人也不晓得，只好呢一步一脚印了，在你那个程度就讲你那个程度的话。我可以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可以度多少就度多少。所以呢，我建议现在的这些学生，伙食团的学生，应该呢从一门深入下手。你喜欢学佛规礼节了，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佛规礼节，去体悟，去了解。你喜欢经典的，你就好好的来学经典。你喜欢去度人的，你就好好的去在度人的功夫上好好的下。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呢，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这个原则。不要被外在的境界所染着了，所执迷了，那这样呢就没有错了。那这个外离相内不动，这个是心性上的功夫。你的内上的功夫一定要呢超越这个外往的功夫了。内上的功夫没有成就，你不可能有外往的功业，因为外往的功业是建筑在内圣的道德上。你那个道德本体没有了，你外在的这些枝枝叶叶建得很漂亮那是虚花假景，那是没有用的。你看我们讲道场，道就是内圣的功夫，场呢是外往的事业。
那么道跟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你会说都很重要啊，没有错，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事实上都需要。但是真正帮助你成就的，不是你盖了这间大庙啊，而是你内在有道啊。所以说道场，你有道就有场。我只怕没有道啊，我不怕没有庙啊，这是德位菩萨讲的。那么道场，我不怕没有道啊，我怕没有道啊，不怕没有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道场这个字词啊，我们更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修为，内在的那个心性的了解与证悟啊，那个才是我们今天白羊修士啊所要掌握的第一要务啊。今天不要再把说四处去开荒忏道，四处去盖庙度人，把它称为第一要务了，已经不是这样了。后续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时局啊，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以前办道可以成道啊，但是呢，办道成道啊，那个是因为它建筑在这种佛菩萨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一份道德人心之上。他没有什么体悟，但是呢，天恩师德、天命的加持啊，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来成就他的道德。那以前的人心单纯啊，老师说了什么他就跟着什么，前辈说了什么他就跟着做了什么。以前呢是很容易成就很容易雕塑但是现代人就不一样啦。在民国大概70、80年后吧，70、80年后，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那就是呢，生活物资啊丰裕了，那么人心的那一份精神食粮啊，却缺乏了。很明显的，可以在70年代以后的那个社会状况啊，那个人心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小孩子啊，我们会发觉到说他的这个抗压性啊，绝对跟50年代出生的、4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是不一样。那8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孩子啊，那么他除非呢，真的是特别立根的人否则呢，他在道场的修行啊，绝对不会比得上40、50年代这种修行人他那种扎实的功夫所以仙佛常常讲，现在是末劫了，现在是末法时期了所以呢，要修自己的心性修自己的心性那你要知道，你度的人你认为说度人来成就自己，可是呢，你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改你的烦恼、你的习气都还在，所以呢，你的度人呢变成一种福报。所以我们看到在道场很忙的人，那他的这个福报呢，有回馈到了，但是呢，他的心性呢一点成长都没有，没有什么成长。我们觉得很可惜大家只知道往外用功夫不晓得往内用功夫往内用功夫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佛陀用这么多例子来跟我们讲这个修行成就到这么样境界的人都还会着魔，那么我们这些人又算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可以听到佛的声音可以见到佛像佛的影像可以听到呢远方的
亲人他在讲话，可以一下子飞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去啊，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那他讲的这些有能力的人都还会着魔，所以反而有能力的人、有这些神通的人啊，是不容易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求这种这些神通啊，不要去求，不要刻意去执着、去攀援。所以儒家修行就没有话讲。儒家修行就是叫人，你要人道守好啊！你这个孝父母、敬天地、重师尊、礼神明，你就在这方面好好的下你的恭敬心，哦，你的平等心，你的诚意心，在生活上呢，好好的做，好好的力行，把这些做到圆满。那么人道圆满了，佛道就圆成了。那佛道圆成，那是因为他在人道这些历练上啊，已经成就了他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功德。哦，见性平等，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心性上的那一份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那一份精神食粮。哦，当然讲到心性啊，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超越精神物质啊，那就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无极的状态啊。所以因为这个太高超、太遥远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了。你看太极而回复到无极，光太极那个状态呀，世间人到现在解释就不一定圆满清楚。那么要从太极回归到无极，那么佛陀讲的如来藏，我们要回归到那个如来藏的样子，如如不动啊。所以说，他说本来就没有修，本来不曾动过哦，本来也没有所谓的无明。那所以呢，这个阿难问他，如果成佛的时候，还会不会变成众生啊？那佛陀做了一个比喻啊，这个大地的金啊，你把它炼金，把那个金呢提炼出来之后，金就不会再变成杂金了，就是纯金了。所以修成佛的人呢，修成佛的佛，他不会再变为众生。但是呢，我们众生又是本来就有佛性，这又是怎么讲？所以呢，佛的讲法其实是讲说啊，这个佛啊，他是如如不动了，他是不会再成为众生了，那是纯金呐。那么纯金呢，会有这些外来的杂染呐，会来沾附它，就是说外面的这些尘缘啊，这些众生啊，会来干扰它。当有一个干扰，它感应了，那它呢，它就起心动念了。譬如说它发生的这种悲哀、喜乐的现象了，那么它就动心了，动心了就变成太极，太极就生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么样的奥妙啊。所以呢，佛是不会变成众生的，但是呢，众生呢会干扰佛，让佛不得不再变成众生来度化他们。在《楞严经》其实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说，我们本来是佛，今天我们好好去修，把它提炼到纯金，我们当然可以成佛。如果我们不是佛，我们要修成佛，那根本是子虚乌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你煮沙怎么会成饭呢？磨砖怎么会做镜呢？这是不可能的。以幻的方法来要达成悟境呢，那么这是不可能的。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你本来有头了，结果呢，你去照相的时候，照镜子认为
解决人类的问题，绝对不是单单考虑人类的因素。最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格陵兰的冰啊，已经融化成这种小块的冰山，那四处在流窜。那么这些冰呢，它们几十万年来从来没有融化过，现在呢，渐渐的在融化。连南极的冰也没有办法保留下去。现在像我们现在是冬天，冬天你看现在天气还这么热，每一年都是暖冬啊。那么如果说这些冰真的都融化了，我们世间的这些土地呀，土地上的这些生命财产，我们还能够有什么依存呢？地都没了嘛，人怎么生存？所以，在现在，各国之间有一个减碳的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那么现在还在进行。很多的环保团体去那边做抗议，尤其是小国家，那他们没有资源，他们没有能力，所以他们不得不呼吁，或者是说抗争，希望这些大国呢能够释出他们的爱心啊，来帮助这些小国。那他们的诉求呢，由于太过激烈，所以呢，会造成各种抗争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些太平洋的这些诸岛、这些小国家，已经渐渐的不能够生存，因为海水已经淹没了他们的土地呀，所以他们必须呢，急起抗争，急起呼吁啊。那这些大国家会认为说，你们国家没有了，跟我们国家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拿钱来补助你们？我要花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助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些人。所以呢，大国呢会因为呢各己的这种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没有办法来顺利进行这种减碳的这种协议啊。那么我们从现实面来讲，的确要这些大国牺牲他们的权益来分享给这些小国，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这个有什么办法呢？你小国你去抗争，绝对呢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你所抗争得来的，别人也不是心甘情愿要给你的，所以呢，你的灾难呢，注定要形成了。那么这些小国如果渐渐的不见了，那么这些大国呢，也会一一被剥蚀啊。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文明啊，会渐渐的毁灭。那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趋势。那这些政治家，乃至科学家，世界各国的这些有心人士啊，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都是从这个减量、减碳、这个绿化的能量在这边着手。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真正的问题不是从外在在着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碳的排放量会不断的增加呢？那么为什么全球的气候会越来越暖化呢？
水资源越来越少，造成了人心惶惶。那么这些食粮，基本的生活物资啊，越来越贵。所以呢，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啊，似乎呢一触即发啊。那么我们宗教人士，我们这些修行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甚至说，我们会不会认为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相信，接受大道洗礼的人，他不会认为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你必须跟整个全世界联系起来想。不是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像现在科学家、政治家所在用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你们这些小国家，土地没有了，好，那我就搬到大国家，划一块土地给你吧。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吗？这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天下逆源自于道。”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做法，政治家也可以有政治家的做法，这些呢都不相仿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的软化是整个天地结束是否降临的主要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敬天地，这个天地啊，如果我们不是用一种非常谦卑、非常恭敬，一心向他学习的态度啊，来面对他，那么我们迟早会被天地所覆没。那么如果地都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天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所以天是人存在的依据，天地就是根本，天地呢就是自然之道。所以我们道之宗旨第一句话讲敬天地。每一个人现在归结的问题啊，就是在于自己内心的那份诚敬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灾变的主旨啊，依在于人心的那一份敬意。你对天地诚敬了，天地自然就对你诚敬。今天你对天地不诚敬，天地自然要反扑你。天地要用各种灾变，海水升高，海啸不断的发生，地震，台风，火山爆发。你看，我们地球所组合的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呢，不断的受人类的垦伐、滥采、过度的浪费使用，所以呢，这些物质呢，它必须要跟我们要回来。地，你看地是土地，土地呢滥垦滥伐，森林的这个地啊越来越少，森林地越来越少啊，这个土地里面啊它就没有养分，所以你长出来的农作物是没有根的农作物，没有果的农作物，所以呢就造成粮食恐慌。现在呢粮食变成一种黄金，叫做农金。那粮食变成恐慌了，好，大家呢没有饭吃了。水灾，那水灾几乎是每年都有的，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啊。那么我们在我们台湾呢，我们看得到的是
台风啊，去年88的台风，我们没有办法来化解，那表示呢，我们的这个善的力量啊，没有办法去对抗这种恶的力量。整个台湾人心的那个恶的力量啊，已经主导了这一切。那修行人呢，没有办法转化，所以呢，水就形成他需要报复的方式，来向人民讨回来。火灾，火山爆发，这个山林大火，或者是说这个整个城市中这种火灾的事件频传。那么最大的火啊，就是我们说的碳的排放量。碳的排放量冲到这个天空之中啊，结果呢，把整个地球包覆住了。那包覆住了之后呢，太阳光照射进到地球，造成地球的这种空调啊失衡了，失控了。温度呢排放不出去，所以呢地球越来越热，所以冰山就融化了。那冰山融化了，这个天灾地变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是火。风呢？风就是一种流动的，各种流动的现象。我们说台风，我们说飓风，我们说各种这种寒流，这些啊，都是属于风的现象。甚至呢，干旱，这个都是。那么风呢，也是人心没有办法去稳定它，也就是说人心吃动人的那个念啊波动不已啊，所以造成这个风的流动啊就非常的快速，人世间的变化呢非常的快，物换迁移啊，沧海桑田，这个变化太快了，这个是风的现象。所以你看，从整个自然界来看我们天地的现象啊，会发觉到说，现在世间的灾难啊，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透过教育的方式来告诉世人，要敬天地。我们下一句还会讲到礼神明，敬天地礼神明这个部分啊，是当前解决我们天地灾难问题的主要关键。人们不敬了。以前呢，我们如果说吃饭，那个米粒啊掉到饭桌下了，那个大人就会骂你，你呀偷贼啊，你有公公死，你怎么可以乱丢，把这个米粒呢吃到这个餐桌下呢？你不能够用手指月亮，不能用手指这个太阳，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大人告诫我们的。那么尤其是在儒家古时候这些读书人遇到这种天地的灾变啊，他们一定要呢这个静坐，在这个书房里面，在大厅之中啊静坐思过，祈求呢上天息怒，人的那一份心念啊来呼应天心，希望呢把这个灾难呢降到最低。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啊，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君子住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天灾地变就会很少，
甚至没有。那如果有一个贤人，有一个圣人住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百姓呢，就有福气了。所以啊，我们在还没有要求大家做到诚敬之前呢，第一个自己就要做到诚敬了。我们至少要让自己达到君子的标准。哦，你看古时候的人，他每天呢要向上天呢祷告，这不是宗教仪式哦，这是一个士大夫他应该做的一个动作。我每天呢，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好坏无私的向上天呈报。你的心呢，一心向上天表白啊，那么你的这个家，就因为你的忏悔跟感恩，所以呢，这个家呢就得到了它的一个化解的力量。我们是说对灾难化解的力量。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德性能够庇荫到整个县民，我们现在说公司或者是说这个他的单位，他的德性呢，如果能够扩及到这样，那么他的整个这个团体啊，这个单位啊，他就会得到永久的庇护。就好像我们当时老前人注释，老前人注释呢，他是一个圣人，所以呢，他在世的这段期间呢，台湾就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少没有什么大灾变。可是老前人已不在了，那整个天地呢，台湾可以说乱得一塌糊涂。你看首先来的就是921大地震了，那接下来的这种天灾地变不断的发生，我们如何解决？今天讲到敬天地，天地是万物生成赖以为滋养的根源。天给我们成形，地给我们滋养，所以天地呢有大德大能。天地的大德大能那他用道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万物上，每一个个体生物上。那个体生物之间呢，有相生相克之作用。相生相克的作用呢，就造成整个天地这样多元的变化。那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眼睛打开，你能够从床上起来，这个是无限的天恩你打开门面对整个世界，那是无限的天恩在支持着你，你才有办法这样子。我以前照顾过我的母亲，那她到了晚年不良于行吃喝拉撒睡都需要靠别人。那他如果说突然可以起来走路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激涕零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床上自己爬起来。所以一个人能够从床上能够起床，要走到世界去，那你还可以去做各种事情。无限的感恩真是天恩你再去做坏事情，那你真的是对不起天地我们天恩师德给你这么多了，结果呢，你用了这么莫大的天恩去做坏事，去做恶事，去做贪嗔痴的事情，造成今天的社会没有办法挽救的一个劫难。那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挽救有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只要呢，我们能够回归天地的教化，
用诚敬的态度来面对天地。我们讲的天地是包括万事万物哦，天不是那个有无我们看得到那个天空，不是哦，地也不是我们看得到这个大地哦，那是一种表象啊。真正的心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这个性就好像天，我们的心就好像地。那么信天心地啊，我们这一份能够把它保养好，存养好，把它呢恭恭敬敬的把它护养好，那么整个天地呢就会变得很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啊，必须把整个世界连起来想，小宇宙啊，必须跟大宇宙连起来想，联系在一起，你这样才有办法完全解决，真正的解决。所以解决问题呢，不在外面，不是单单靠科学家那些减碳的这种节能的方法。当然他们那个也是方法，可是呢不是就近的方法。就近的方法是人人回归道，回归诚敬之道。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你的性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呢你要回归到清净。你的心呢本来是圆满的，所以呢你的心要回到圆满的还有完美的那个状态。这个呢就是敬天地最好的做法。我们说心，这个道之宗旨讲人跟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你看我们道之宗旨这21句经文，通通离不开这3种关系。今天我们讲到第一句敬天地，好像看起来呢是表象的天地，表象的天地我们也应该敬，也应该尊，那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敬啊，不管是礼敬、诚敬，或者是说呢这个拜敬，如果不是出自于你内在的那一份诚的力量啊，那么你这个敬呢还是要打折扣你没有办法像天地一样这么样的谦卑，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广大，这么样的无限那么你永远不晓得天地的那种智慧跟力量。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小宇宙，我们的性是清净的，性是平等的，性是觉悟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呢回归到那个止于至善的那一面。好了，那个这个我们本来是具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不出来。好像说太阳本来就在了，可是呢今天呢看不到太阳了。看不到太阳，那是因为乌云遮住了。乌云遮住了，你把乌云把它扫开就好了。那这个乌云呢，就是我们心事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性啊，它透过心的作用啊，它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性呢，你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也感觉不到，但是呢，它如实的存在着。它透过心的方式让你显现出来。所以心如果是这种清净的状态，它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圆满的那个性的本体，本质具足，本质清净，本质圆满。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德能还有相好这些呢，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看得到。智慧是圆满的，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能力，所谓的才德兼备啊，都是我们应该有的。相好，这是外在的这个相啊，是受到肯定，让人呢肃然起敬的。所以你看这些诸天仙佛，他们的相都是这样子，他们的智慧德能也是这样子，因为呢，他们的性呢就是清净平等觉悟。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把尽天地的对象，把它收摄到我们的心性，我们就通了。你看，天生地养，天生我们这个肉体，地呢养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是身。但是呢，身里面又有心跟性，心呢会演化成身的样子，然后你存在这里，让你依存在这个天地之中啊。那所以呢，这个身里面的身心，如果不是具足在这种很清净的状态，很有智慧的状态，那么呢，这个身呢，可能就会造作、造业，或者是说造罪。那身又代表天地啊，所以呢，这个天地呢就造罪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天灾地变了。所以人造罪了，天才会有天灾地变。这个道理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你看那个江本胜，他所做的这个水的实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也有看过，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那么佛教的净宗学会特别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么水有见闻觉知，水会因为人的意念来改变它的分子结构。那么水是矿物啊，水可以改变，那么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米、面，我们的食物，甚至呢，我们改变我们的住家的这个磁场，住家的每一个事物，这个都是依靠我们的心来做改变的。所以为什么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啊？这个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这个地理呢本来是不好的，但是呢，因为福人来住了，所以呢，地理磁场变好了。那这个就是绝对的道理啊！你心不好，你跑到什么样的好的环境，那个环境也会被你搞坏掉。所以好环境怎么来？好环境依照心来的。所以我们道师宗旨讲这个人跟心性的关系，人是我们这个身体，那么跟心跟性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弄明白。自己如果都不清楚、不明白了，那么你敬天地理神明，接下来这些爱国忠士、孝养父母这些事情，你完全不晓得你在干什么。跟不懂了，其他的作为呢，都只是人云亦云了，都只是呢两相对白了，那这是没有意义的。那回归到我们今天讲敬天地，敬天地用什么敬？用清净心来敬，用平等心，用觉悟的心。你看清净心，我们的心本来是清清净净的，本来是不受污染的。就好像水，那个水呢，你看跟牛奶泡在一起就变成牛奶，跟咖啡在一起就变成咖啡，但是那水还是水，水的本质完全没有变，那个 H2O 的值都还在，它不受污染。我们看起来好像水受污染，其实水没有受污染，污染的是那个污染的东西附在它身上了。只要把那个污染的东西把它拿掉，那个水还是水。那我们的性也是一样性永远是清净的。那心今天不清净了，就是因为你的心是变化了，你把那个性掩盖住了。
哦，我们的性呢，对待万物一体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是他那个小宇宙，每一个事物呢，都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呢，组成一个大宇宙。所以我们常常讲，老母是本灵，我们是分灵啊。那么我们这些分灵合起来，是不是就是那个本灵呢？就是那个明明上帝啊，就是老母啊。哦，所以我们之间哪有说谁比较大呢？没有比较大，大家都最大，大家都是第一啊。哦，你说这个玫瑰花最漂亮，还是牡丹花，还是兰花，还是莲花？我们说不出来。你要怎么样比较这些花呢？你没有办法比较，各有各的特色，个个都是第一啊。那你说玫瑰花是跟这些花都是第一，那么那个我们台语说的银芽灰的那个银芽灰长在水沟旁边，长在路旁没有人看的那个花，那也是第一吗？那也是第一啊。哎，银芽花是第一啊。玫瑰花它是它的艳丽，它代表了那一份爱情，那一份情啊，那是第一。哦，康乃馨，它的清秀代表了亲情，是第一。莲花，它的脱俗，哦，挺拔，莲花的那一份高尚的心，那代表的这种道心的清高，第一。菊花是文质彬彬，代表的这种君子的修为，第一。你看各个花都有它各个的这种表法，所以你哪有办法比较什么花是跟什么花是最好的呢？你说不出来。哦，我们的五官里面谁是第一呢？你会说啊，头是第一，那脚要抗议了。脚才是第一啊！你没有脚，你头要走到哪里去啊？好了，脚说第一，那手要不要抗议了？那你腰要不要抗议啊？那你其他的毛发、其他的器官，你要不要抗议啊？大家都想做第一啊，大家都认为他是第一啊。其实每一个都是第一啊，哪有谁是第二啊？没有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第二，那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平等，这样就是恢复性体，这样才是真正的敬天地。所以，当你在敬天地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随便的滥采滥垦，哦，你不会欺负河水，你不会跟水争地啊，因为呢，他们有他们的水道、河道，有山林之道。他们有他们的道，你去把他们的道抢过来，变成你的道，结果呢，他就生气了。啊，有一天呢，他有力量了，他就把你反扑回来，把你抢回来，就造成一种抗争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在万物之中，每一个都是第一啊，河水第一哦，水沟第一，这些树木第一。花草第一，每一个都是第一，那这样呢就对了，这样就是敬天地的态度，哦，我们说亲近平等的态度。那么这个每一个万物呢，都有它表法的意义。哦，我们说这个玫瑰花表那个爱情，那种忠贞纯洁。那个是第一，就是他的觉悟的一个本性。我们说物的本性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万事万物，你有办法悟到你的本性，这个是悟啊。你看佛陀夜睹明星，然后呢就开悟成佛了。看到这个星星在那里一闪一闪，他竟然就成佛了。那么厉害啊！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性体，不是星星的性体哦，是看到了自己的性体，
自己的性体跟那个星星的性体是合而为一，是一不是二，是二就有对立，是一呢就是开悟。所以呢，他尊敬星星，他尊敬自己的心灵，所以他就开悟了。哦，所以各个是第一，各个是清净，各个是圆满。所以我们讲到敬天地礼神明，敬天地我们敬的态度啊，是各个是第一啊。那么你今天就不会乱丢垃圾，哦，你就不会呢，这个丢，这个把这个米食啊，乱倒乱丢，你会很珍惜的去使用它，把它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譬如说这一支笔，你把这支笔的功能，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那这个就是敬天地最好的表现。因为你知道它的性跟我的性是一样的，哦，我有佛性，它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所以呢，我会成佛，原子笔也会成佛。那你说原子笔也会成佛？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原子笔哪会成佛啊？他有没有修行？可是江本胜的博士的试验不是告诉我们吗？水有见闻觉知啊，水会依靠人给他的意念而成就那种完美的那个分子结构啊。那么水是矿物啊，这个也是矿物啊，哦，也是矿物组成的嘛。那水可以，原子笔当然也可以啊。好了，那你问我说，原子笔什么时候成佛啊？我要回答你，当你成佛的时候，原子笔就成佛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为你的佛，这依报虽的正报转嘛，这个物质是依附在我们的这种身心的状态之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物质啊，是因为你的心性的状态产生下来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依附在你的心性的。那当你的心性圆满了，哦，当你的心性清净、平等了，啊，觉悟的状态啊，那么这一支笔对你来讲就是成佛的状态。他随时在讲经说法。你看，如果说我们去听过林仓库在讲李天的状况，李天那个小河，那些小花，一草一木都在讲经说法。哦，所以呢，你看，释迦牟尼佛看星星，星星在讲经说法；看月亮，月亮在讲经说法，所以他会开悟。你看古时候的那些大德。他们不断的反归自性，反归明师一指，他们知道这个性跟万物的性是合而为一的，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有哪一天石头碰到石头了，啪一声，结果呢他就开悟了。哦，跳进水里面洗澡，他就开悟了。看到花开了，他就开悟了。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清楚了解，这个就是敬天地的一个结果。哦，所以敬天地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呐。当你的心性的开发，能够开发到这个尽法界、虚空界啊，那么对于天地来讲啊，整个宇宙都是你的这种心性的充满，心性的扩充啊。所以你看这个地球，这些山河大地，这些花草树木，都是因为我心性的变现而变化的。所以我看他们，就跟看我自己一样啊，没有变化啊，哦，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在讲那些小国家抗议大国家，
要重视他们的生命的权利，希望呢能够呢在这个减碳节能的会议上能够有一套标准出来。那么这些大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些小国家当成像自己的手指，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器官这样看待的话，那他就不会那么自私自利了，他就不会着眼于个人的国家利益考量，而呢会去帮助其他弱小的国家，所谓济弱扶倾呢。因为只有其他弱小的国家，你都能够平等的生存下来，都能够如实的立足于人世间那么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全世界，甚至说这个大宇宙、这个大本体它才能够健康的活下来。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道理。你看，在这个生态系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断掉了，那么整个生态系是不是就破坏掉了？那生态系破坏掉了，那么这些生态系上的这些动物一个一个就要灭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一步一步在走向毁灭。所以这些小国家如果灭亡了，大国呢也是一步一步接近毁灭。你要知道，这个是连贯的，世界是一体的，不是只有顾自己那自私自利绝对是搞不通的。自私自利的结果，大家呢都堕落到三恶道，要重新开始。那么儒家大道的教化，不希望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这样的绝路，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断的来呼吁，每一个人都正视到自己心性上的圆满，智慧上的圆满，道德上的圆满。我们在我们的本位上，好好的来力行我们的本分。我们对于其他的种族、其他的国家，甚至其他的动物、植物，都心存的一种恭敬、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它。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和平就有指日可待。但是这个目标因为太遥远了，所以儒家告诉我们，我们从父子有亲这个亲爱开始。有等级的爱那个没有关系，这个人性。但是呢，你要把这个亲爱扩大，你不是只有爱你的小孩子，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公司的这些同事、同学，爱你社区的人，爱你整个社会的这些族群，爱整个世界、整个国家的这些人，都要和平相处，相亲相爱。这个才是敬天地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只有人相亲相爱了，那么天地才有可能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你光是去搞节能，这个节能减碳人跟人之间不断的在斗争你光去铺那块布在这个冰棚上铺那块布减少冰的融化，铺那块布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不能够说不能解决问题的，它解决一部分很局限的一种现象，但是问题那个根没有解决。解决之道是人相亲相爱，人呢要诚敬的面对天地。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2012世界毁灭，这是玛雅国它的预言。那么曾经也有一个预言，1999，
这个恐怖的十字大王会降临到人间，人世间也会毁灭。但是呢，1999没有毁灭，为什么？这个我们只能够说，大家都有一个预期心理。那么大家都预期了这一天，有人预言会是世界末日，可是呢，真正世界上的那个善的力量就流露出来了。希望呢这个情况不要产生，希望呢我们的人性的那种光辉来抚平这个世界的伤口，让这个恐怖的十字大王不要降临人间，不要毁灭世间。所以这个善的力量起来了，整个磁场的波动呢又变化了，所以世界末日就没有到来了。所以你才知道说，这整个是人心的一个变化。心的变化如果没有掌握住，那么你很难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讲天地之前，要把静讲出来。静，那是良心的状态，是面对天地万物，面对所有一切所应该有的一个修为，那就是静。静呢，做到深层的，那就是诚。所以诚静是连在一起的，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但是呢，在深层的功夫呢，就是要做到诚静。做到呢一心不二，做到呢一念不生，这个叫是诚静。一念不生呢，就是说你不会起分别，你不会起执着，你不会起对待，你没有任何烦恼。你跟他呢还有这个二的观念，他是动物，我是人，不一样，那就是二。他是小国，我是大国，那是二。他是贫穷的，我是富有的，那是二。所以因为有这个二的对立造成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没有办法去阻止。只有人呢放下那个分别执着，那个妄想，让人处在这种亲爱和谐的状态之下，那才有办法达到世界大同，达到了天地和谐。所以我们古时候那些皇帝做得好。天地的灾难，下诏罪己，闭门思过，斋戒3月，让自己呢，把这种天地灾难的这个罪降在自己的身上，不要降在人民的身上。人民都是我的子民，我是他的领导，我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主人要先担过，皇帝要先担过。这个皇帝有德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这个制度，这种民主的制度，这个主人是票选出来的，所以呢，他对于他这个国家那一份的那种专注力，那一份的爱心包容就没有那么多。因为那不是他的，他只是暂时来管理而已。以古时候的天子，他是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他自己的生命财产，所以他必须好好的维护它。我们说家天下，那家天下呢，还是有一些圣王出现。如果说我们能够像尧舜这样子，这个也不是我这一家的天下，
因为呢，这个天下呢跟我是没有分的。哦，天地的性在我的体内，我就是天地的性。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了那么遥远，我们讲到这种君主的制度啊，它还是有它的优点。这个优点呢，就是说它会关心到每一个国民。那么今天呢，有一个国民他受到灾难了，总统不关心，总统不用关心啊，总统关心什么？总统他是国家大事啊，他才关心啊，他关心你这个地区，你这个人民干什么？所以总统没有责任啊，好像没有责任啊，就大家就开始骂总统。那总统不关心人民就骂总统，所以又形成了对立的二。那形成对立之后呢，这个国家呢更加动荡不安。你看这样的世界呢，怎么会和平呢？世界永远没有和平啊。那么因为现在呢太强调民主了，太强调民主，大家呢都想自己做主，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权。所以呢，一有什么不如意啊，就是怨天尤人，就是骂政府，骂这些领导，总是枪口就是对外。那所以这些人他内心存在的那一种愤怒，有没有把事情解决了？没有把事情解决，没有说政府来安抚你，来补助你的。可是呢，你内在那份愤怒啊，你自己化解不了，你化解不了，造成你自己的堕落，啊，造成你这个跟世界对立，你永远在对立的这种环境之中啊，所以你永远处在天灾地变的国土。哦，你可能会投生在非洲这种天灾不断的国家，哦，处在其他的不好的恶土上，这个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今天你还有一个福报，一个国家管着你，有一个政府可以让你骂，那是你的很大的福报啊。今天如果都没有人管你了，你要去骂谁呀？你看，就我们上次讲的，一条空船，没有人驾驶的船撞上了你的船，你根本连气的对象都没有了，你要气谁呀？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子。哦，国家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空的组织啊。它只是帮助人民事情上的协调跟运作跟沟通，它不是让你责骂的对象，你要知道啊。但是我们看到了社会现象不是这样子，人们自私自利，民主扩张，自己要求要有权利，要有主张，自己要求更大的这种生存权。所以呢，就在不断的那里叫嚣谩骂，形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不安。结果呢，天灾地变更加不断的产生。这个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天地给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是人自己造成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结果造成了天地不可收拾，只好了全部毁灭。重新开始。那你会说，可是有的里面还有善人在啊，一些有遵守这些礼法的人，哦，有修行的人，你不能够把它也毁灭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道的产生，天降大道来拯救这些善人。因为你恶人你也讲不听的啊，怎么救也救不起来的啊。哦，你没有根呐，没有缘呐。大雨再大，
你没有根怎么吸收？佛法再高，你没有缘也渡不了你。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那他法力无边啊！你看他的感应这么多，那照理讲，地狱的众生应该都已经被他渡光了。啊，他法力那么大，能力那么强，地狱的众生不但没有渡空啊，反而越来越多哦。听说现在还有19层地狱，啊，18层已经不够了，还有专门在官司之辈的19层，因为这些人啊害人最多。啊，这个当然是听说了哈，但是呢，这说明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往内观，都是往外观。往外观造成自私自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那么自私自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就没有别人的存在，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万物的存在。你没有这些存在，那你没有把这些人放在跟你一体的，你不要说跟他，把他看成像第一的，他跟你是一体的那种观念你都没有。你只有自己最大，自己最行，自己最要备受重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造成今天我们的天灾地变没有办法解决。那这种现象，如果我们今天不极力呼吁、极力去推动这种道德宗旨，中华文化的教化，我们今天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今天还有人在讲道之宗旨，整个道的流传，还有人在讲伦理道德。那么这个是世界的福音呢。那我们希望这样的福音呢，不断的去流传。所谓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啊。有大德力量，大德的力量呢，在辅助我们；那小德呢，不断的去流动。我们今天选择用流动的方法，用科技。你看现在学校发展远程教学，你不用出门，你只要在家看网络、看电视。所以你看，网络、电视并不是坏事啊，要看你会不会用。你不会用，这个科技造成世界的毁灭；你会用，造成了富强康乐。那么我们今天利用科技，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把这种道之宗旨的这种教化的力量啊，透过科技，透过光碟，透过这个媒体在播放，有缘的人自然会听到，听到了，我们不求他把它听完，只要听到一句话受用，赶快去做，赶快去做，赶快去力行，赶快去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家庭，救得了一个人，就救得了一个家，救了一个家，就能够救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救到了，就能够达成这个社会的救助。我们说世界大同，那是指日可待。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世界大同会有来到的一天。我很向往孔子、孟子周游列国，谈道德，说伦理，弘扬大道那样的一个作为啊。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周游列国，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透过媒体，透过我们的
这些光碟，来到处散播这种道德思想、道德力量，这种伦理道德的教化，中华文化的这个美德。希望透过这个小小的力量来达到小德川流的作用。那么这样也就不枉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生来到这里修学大道的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活在这个大道的自然之中，回归到大道的化育之中，让自己呢处在那种身心安顿、清安自在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讲敬天地最希望达到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早安。先天大道是还没有开天地以前就有的道，那么有了天地以后呢，道就变成了教，所以呢叫做后天的教。那道呢称为先天的道，所以没有所谓的后天的道，也没有所谓的先天的教。这个我们要清楚，先天就是属于道，后天就是属于教。那么我们今天讲敬天地，讲到有天地之后，那就都是属于教的部分。所以我们世间有所谓的三教的圣人，在传他们的这个心法，透过教化的功夫呢，来返归先天。所谓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么透过修道的方法，来达到一个率性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三教都是在讲性理心法，包括五教也是在讲性理心法。那只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普遍接受的就是三教的思想，所以三教的思想呢，在中国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尤其是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主流它是贯通各家各派，但是各家各派呢，也跟儒家呢互相呼应。所以儒家讲存心养性，达乎忠恕之纲，以忠孝为功德。那么存心养性，是我们讲敬天地，其实上呢，儒家教我们存心养性，其实就是存养我们内在这个天地。我们讲到这个性就是天，心就是地。那么性呢，它本来是圆满，本来是光明，本来是具足的。但是呢，落入后天之后，由心的这个呈现它有所谓的好坏善恶，美丑对错是非这样的分别。所以我们今天讲修道，修道就是要把心调到那个跟性完全一样，因为性透过心来显嘛，所以呢，心当你调到跟性完全一样了，你心所现出来的就是性的那个样子。性本来没有样子，但是呢，可以透过心来呈现出那个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清净、平等、觉悟、智慧具足，真诚、慈悲，等等的这些德行，都是心跟性的一个呈现。那么儒家教我们以忠恕为纲要，忠恕在《论语》里面讲，
进己之谓中，那推己及人之谓术。那么中这个字啊，一直是儒家他所强调的一个德范。那么甚至中包括了孝，因为孝道的推广是到了中，所以达到中就是达到孝。那他说中恕之纲，就是当你尽忠了，当你尽到你的那个本分了，你尽到你的这个良知本性了，那么这个就是忠。那恕呢？恕就是也帮助别人达到这个良知本性。推己及人啊，儒家讲正己成人，所以呢，要让自己达到这个忠，你必须呢26时中啊，时时刻刻啊，不能离开这个道体，离开这个心性啊。所以，当你在敬天地的这个同时啊，其实就是在涵养自己的心性。所以敬天地从哪里敬？从你的心性上里面敬。当你的心有一丝好的染着，一丝好的偏颇，一丝好的欠缺的时候啊，那么你的这个性啊，就不能够完全显露出来，你的心就有所偏颇了，你就没有达到完全的涵养。所以儒家讲以忠孝为功德，这个建功立德啊，在忠孝的基本分上，好好的来下功夫，就可以达到存心养性，就是敬天地的一个功夫啊。所以儒家讲的是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注重的。所以儒家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呢很不容易做。你必须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上啊，做到这个忠孝的这个功德把人的本分做好啊，那这个就能够扩及到其他的宇宙万物。这个是儒家讲存心养性，所以敬天地要从这里存，从这里养。那道家呢，他讲修心炼性，通乎阴阳之妙，以无为为丹药。道家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当我们在讲儒家的同时，就是在讲道家。儒跟道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呢日跟月呢是同时存在，你有日就有月，你有这个白天就有晚上，你光讲白天不讲晚上，那个是说不过去。但是呢，我们所讲的现在强调的都是讲白天，晚上呢把它忽略掉了，晚上休息，晚上看不见，那么这个部分就没有讲，没有讲不是没有。所以道家的这个思想啊是没有讲，没有讲不是没有，它是在默默支持各种教法。所以他讲修心炼性，通乎阴阳之妙。你看阴阳之妙，如果说白天叫做阳，那么晚上就是阴了。那么道家呢，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个修心炼性啊，修在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的展露，可是呢，晚上的时候呢，你要完全的守静，你要动静呢都能够合一啊。这个就是通乎阴阳之妙。那么阴呢，它是守柔的，它是守静的。当我们动久了，当我们呢刚见正直了，已经是行持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柔弱之道、柔顺之道来默守。所以道家教人家要静，
透过静呢来让你知道阴阳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当你晚上在休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个白天的作用。所以这个道家呢，真的是一个很无为的一个学派。所以后学一直认为说，我们中国为什么同样的时间跟空间会出现两个圣人呢？孔老夫子跟这个太上老君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两个圣人呢？而且呢，在同一个这个环境呢，那可见呢，这已经说明了一个现象了，就是阴阳之妙，无为跟有为必须互相配合。那道家专讲无为，用无为做丹药。无为呢，就是说我没有所作为，但是呢，我让你有为发挥到极致。你看有为如果是这个白天，那么我晚上好好休息，这个储存能量，我默默的这个支持你，那白天呢让你好好的发挥，这个就是无为的妙用啊。这阴阳之妙啊，这个是要去懂得能够知道守静守柔，能够舍。这样的人啊，他才能够通乎阴阳之妙。所以这个无为的丹药啊，真的是无为心啊，纯无为心做有为事啊。无为，我们现在知道已经不是叫做什么都不做，无为是无所不为。那么无所不为，他是用无为的这个心啊，在支持他，所以他呢也能够成就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宇宙天地。这个是道家的一个学术理论。那佛家呢，本着明心见性，真乎般若之机啊。那么他的明心见性，就是直指人心，点出我们人本来成圣成佛那一点至善啊。般若之机呢，就是智慧的应化。我们这个肉身啊，降临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有这个智慧啊，来应化这个后天的这个一切。你要懂得去对应，甚至呢，你要懂得去度化，这个是般若之机。那么我们智慧呢，是跟我们的心性呢是一体的。心性怎么样圆满，智慧就怎么样圆满。那么心性怎么样无限，智慧就是怎么样无限。所以智慧流露出来的，就是自信的一个表征啊。所以般若称为妙智慧。那么它加一个妙呢，主要是要跟世间的这些聪明有所分别。聪明不是智慧，聪明是识字变聪。那聪明是知识学问。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导引你生命的方向，让你知道如何面对整个人情世故。你要懂得要如何处理，尤其是天地的课题啊。如何让天地跟生命合而为一体啊？你要懂得知道，原来天地就是我的心性，这样的一个认知体悟，那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呢，达到这个般若的妙智。所以佛经在这个般若经上是一部很大的一部经典。那它呢讲述到人的那一份这种般若妙智啊，这种心性上的圆满啊，这个是
在我们中国学术里面呢是很少看得到的。所以中国学术加入了佛家之后呢，整个呢就圆满起来了。照理讲，儒家跟道家已经把阴阳合起来了，但是呢，后来又加入一个佛家，佛家呢就把这个方外跟方内又合起来了。方外就是讲超世间的，那么超世间的跟这个入世间的合而为一啊，没有分别，这个是佛家的作用。那所以这个三派的学说呢，形成中国三大巨流，影响的后代人心啊。这次我们从晋天帝谈到儒释道三教他们心性上的一个主张。所以要达到妙智慧，你必须要有存的菩提心。菩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清净、觉悟、真诚、慈悲这些等等的德目啊，就是菩提心的。所以儒释道三家其实呢是不分而分，分而不分那么应机应现来成全度化各种人。那么你喜欢佛家的，你就用佛家的明心见性；你喜欢道家的，你就用道家的修心练性。你跟儒家有缘的，你就用儒家的存心养性。那么不管你是用哪一派学说的思想都是离不开那个礼敬之道，那个诚敬，那一份恭敬那一份敬的心你都必须拿出来，你都必须呢入手。所以真正的入手的那一份敬是达到这个一念不生你没有什么任何的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当你一切都可以放下了，那么你所进入了那份力量就是静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说呢？这个《礼记》《礼记曲礼》第一句话，它就是在讲无不敬它第一句话就是无不敬。你对于天地万物，你对于这个人情世故，你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是无不敬，没有不恭敬的要做到了这个你的心没有这个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个是真正的恭敬。所以呢，在这个四书注解里面他这个有一个范氏他在注解《礼记》，他特别讲到学者必悟之要，之要者能守约，守约者足以尽博矣。经礼300，曲礼3000，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无不敬。经礼300，曲礼3000，也就是说所有的礼那么用一句话呢来概括，就是无不敬。那所以你对于万事万物你必须恭敬，对于这些人情世故你必须恭敬。那么天地呢，就是包括了整个人情世故跟宇宙万物你都必须恭敬。恭敬的来源是起自于心性，心性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的方向所以修心养性，所以修心这个存心养性、修心连性、明心见性，都是在做敬天地的功夫。所以才知道说敬这个字是古来圣贤人佛菩萨这个下手的这个入手处。你看在论语里面，孔老夫子给我们的示现他说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然后就有人说所谓周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
那子闻之曰啊，是礼也。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入太庙，太庙就是祭祀祖先，就是周朝的祖先的一个地方啊，称为太庙。那么呢，太庙里面的礼节呢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呢，一般人如果说要学习太庙里面的礼节，他必须要把每一个这个动作，每一个这种礼器啊，哦，甚至这种摆设啊，你都要很清楚。那所以呢，孔老夫子呢，对于这套呢很有兴趣，所以每看到一个器具啊，他就问；每看到一个摆设，他就发问。哦，每事问啊，然后人家就嫌他说了：“哎呀，这个周人就是周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地方的人儿子，怎么会是知礼呢？”啊，孔老夫子那时候就以知礼闻名了。然后人家就说：“这个人怎么会知礼呢？根本都不懂啊，那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都要问。”那孔子才说啊：“是礼也。我是因为啊，要心存恭敬啊，心存恭敬的态度来问啊。虽然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心存恭敬的来问，不管是对于当事人那个主掌礼官的人，还是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于整个历史的渊源，我都要存着这种恭敬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面对它，我就是用问的方式。所以孔老夫子才说是礼也，这个就是礼节啊！啊，我来到人家这里，哦，表现出这种谦恭的态度，哦，这种谦卑的学习，把每一件事情呢详详细细的都问过。那么你问，恭敬的问，人家就很乐意告诉你啊。但是就是因为问太多了，所以人家会认为说他到底懂不懂礼？那孔老夫子才说：“我这个就是在眼里啊！你看这个礼是多么细微啊！真的是讲道理啊！孔老夫子以身作则，给我们做的最好。那礼的态度就是一种敬。太庙是祭祀鬼神、祭祀这个祖先的。那所以祭祀的礼之中啊，这透过这个礼啊，来达到自己内在那一份心，就是敬。所以你看这个敬啊，是很深的一个功夫啊。我们如果说把佛家比喻为定功，那么这个静啊，在佛家里面就是所谓深层的禅定。所以孔子这个是礼也，那他已经入了深层的禅定了，所以呢，他才有办法说每事问，把这个礼节呢，通通呢把它表现出来，那一份谦卑，那一份这个恭敬。而敬天地啊，这个敬字啊，是所有人修行人必须要好好的把握的。我们再看看佛家的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礼敬诸佛，第一条愿就是礼敬诸佛。那诸佛代表圆满，诸佛呢代表尽虚空遍法界。我们儒家不讲尽虚空遍法界，我们讲天地。所以呢，这个礼敬诸佛，就是礼敬天地的意思。因为天地呢，在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了。所以普贤菩萨第一愿也是讲礼敬诸佛。那么孔老夫子第一个作为也是在讲礼敬。我们道之宗旨将敬天地摆在第一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一件德目啊这么样的重要。
啊，你看静在我们的修行上，你如果不时时存着静的话，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我们说天恩师德，哦，上课前讲感谢天恩师德，你的感谢是发自于什么？发自于那一份这个诚敬的心啊。那如果不是发自于诚敬的心呢，那么你的讲的天恩师德，你只是口头的天恩师德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讲破了，你都没有恭敬心了。啊，你找这个诸天仙佛，求诸天仙佛，讲破了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不是发作于诚敬。哦，所以你不是在感谢天恩师德，你只是在做样子而已。那么真正的感谢天恩师德，是你在存心养性、修心练性、明心见性上，你真正的做到功夫了。哦，这里讲忠孝、无为、菩提，你真正的发露出来了，这个呢才是敬。哦，感谢天恩师德之后呢，你面对的观众，面对的这些班员，你所讲的课，那你讲课呢，你也必须要存着一个恭敬的态度来对他们讲，要气理气机的讲，啊，不是按照你准备的讲，按照准备的来讲，其实呢，这个就是呢，功夫不够，啊，静的功夫不够，你才必须按照准备的来讲。哦，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气理气机了。你讲的有道理，可是呢，有道理人家听不懂，人家听不会，那也没有用。那么你气机了，你呼应了这个听众的讲法了，可是呢，你讲的没有道理。所谓气机不气理啊，那是魔说啊。魔很喜欢表演这种气机的现象。好，现在众生喜欢听什么啊，我就讲什么。大家喜欢听这些贪嗔痴爱的事情，好，我就专讲贪嗔痴爱的事情。哇，大家鼓手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们看到道场在讲课的这些过程当中啊，我们认为讲得好的，是真正的要气理气机，那才叫讲得好。那他讲了一大堆故事，讲了一大堆笑话，让人家笑，结果呢，讲完了，内在的心灵一点提升都没有。那这样的怎么能够叫做气理气机呢？那么你讲的这个课啊，你没有静，你没有达到静，没有沉静啊。你没有沉静，就是一种傲慢，你对于班员傲慢。所以呢，你讲这堂课了，毫无功德可言。为什么？因为不是发出于你的诚静。那么你说我这个真的是修到功夫很浅，我只能够讲到这里，我只能够讲到这个程度啊，那也没关系呀，你就用你的程度好好的来讲。哦，好好的讲，我们说好好的讲，真的是很谦卑、很恭敬的来讲，真的是战战兢兢、临渊履薄这样来讲，然后把它讲述出来。那么听的人呢，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沉静，那么在他的心里就会激起一份这种生命的激荡。那么在道学上，他就会发露出些微的智慧。哦，有时候讲的人呢，他的智慧呢是在讲之中发露出来的，因为讲呢是讲给自己听，别人只是来评论你。哦，你讲不是讲给别人听，除非你是开悟的人。哦，你讲给自己听，好了，你有听进去了，
那么你也是一种恭敬的态度。因为天地，我们说敬天地，天地是我的心性啊，所以呢，你要恭敬天地，你要让你的心性流淌出来，这个呢是敬啊。好，现在讲课，你面对听众，那么你面对你的内容，你是不是有恭敬？也就是说，你讲的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你是不是符合这个圣贤人的旨意在讲？孔老夫子说：“无述而不作。”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新的创作，我没有加入自己的作为啊，我只是传述古圣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叫做述而不作。所谓佛佛回转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呐。那么我只是将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意思啊，再把它传下来、传下去而已。我讲的都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叫述而不作。所以你看，同样的意思，在佛陀里面，他也讲过。《金刚经》，他讲说佛没有一法可说啊，没有讲任何法。如果你说佛有讲法，那么你是谤佛。佛明明讲了这么多的经典，怎么会说没有在说法呢？因为佛他所讲的法，他不是自己说的，他只是传述古佛所传导的意思。所以把古佛的意思再把它传下来，再把它说出来，他没有加入自己的意思，他没有个人的这种私人见解，没有发明，没有新创作，都是古圣贤的原旨原意啊。所以你看这些圣贤人，他们所讲的是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谦卑啊，他怎么敢有自己的创作呢？所以为什么老前人他不喜欢道场这些新花样、新名堂一大堆啊？尤其是很反对立案，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呢，老前人他所做的完全是根据这个古圣人师尊师母以前的祖师留下来的，以前祖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新的东西，我不加入私人的见解。你看私人的见解，你看我们讲思想这个思就好了。心上有田，田呢是一格一格的，你的心呢已经被画成一格一格了，这个叫思。想呢就是心上有相，你的心上有相啊，那么你就落入分别执着。所以思想是一种对自信来讲是错误的一种呈现圣贤人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他完全呼应古圣贤，呼应古德，呼应这些古佛。所以讲述而不作。那么我们试着要问呢，这古佛到底是谁？古圣到底是谁？说穿了，古佛、古圣就是我自己呀，就是我们那一份良知良能我们那一份良知本性就是古佛啊，就是古圣啊。如果我本来就是佛佛所讲的话没有错，圣人讲的话没有错，众生都可以成佛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那么我也是佛，我也是尧舜啊。我本来是佛，所以呢，我传述的这种理念，应该是佛的理念啊。但是今天呢，今天你加入了个人太多的邪知邪见了，加入这些邪知邪见，加入个人的思想，所以呢，你已经偏离了佛的旨意，偏离了圣人的旨意啊。你不是尽天地你不是佛回转本体你也不是述而不作你是不断的在创新那不对古大德教我们是原汤化原始遵从古圣先贤的意思立天地之心，率生民性命，继往上绝学，开万世太平。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要为天地立一个心，那个心是什么心？就是古圣古佛的心。这个心呢，是流传后代永不变化的心。那个心呢，就是完全是性体的朗现，性体的对照。所以回归到佛的境界，当这个性透过心呈现出来的是圆圆满满的，是这个具足的，本不生灭的，本无动摇的，没有加入个人的知见、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思想在里面。这个是空老夫子讲述而不作，我们讲礼敬诸佛。为什么普贤菩萨第一条愿就是礼敬诸佛？要懂得这个敬真的是我们修道人必须下功夫的地方，而且呢，是第一个你要存有的这一份功夫你必须把它修炼出来的这一份功夫生活之中时时不离开那一份恭敬的心所以古德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你对于天地有1分的诚敬，你就有1分的利益。对于这个古圣先贤，你有10分的利益，你就得到10分的利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的心呢是完全敞开的，你的心呢是完全性体的朗照。没有个人的这种妄想、分别、执着以及烦恼，完全的打开了，就是完全的加持，让古佛古圣那一份智慧、那一份德能完全流过你的心头。这样的那个境界那是属于开悟的状态，入甚深禅定的状态。你跟整个古人、整个这些古圣先贤通通交融在一起。我们说天地就是这些古德，古智慧，我们说这些良知本性通通交融在一起。所谓的性海般若，那是真正的一个尽天地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呢必须透过礼。我们下一段呢会讲到礼。所以静的状态呢是让自己对于事物无不敬。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讲礼敬诸佛，曲礼讲无不敬？真的是一言以蔽之修道如果没有从静开始入手，那么你的修道功夫呢不能够得利益。这个就是我们尽天地所要告诉我们的。你看古时候的人，他们如果说遇到的各种打雷刮风下大雨
下得非常的猛暴啊，狂烈啊，好像天地在震怒的样子啊。那么古时候的君子啊，他们就会赶快去那个书房静坐，或者是去那个客厅去做祷告，去静思，去反省，跟天地神明祷告，然后呢，就会静静的坐在那里反省自己的过错，我是不是犯了什么过错，让天地呢这么生气？我的德呢，是不是可以感应天地，让这样的一个灾难呢赶快消除？古时候君子都是这么做，孔老夫子也是这么做，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就站在那里静坐。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真的是真人静坐，在处于狂风暴雨的大环境之中啊，你要懂得真人静坐。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狂风暴雨啊？几乎每一天啊，都是狂风暴雨，都是这样，民心思变啊，民心动乱不堪啊，人民的身心不得安顿啊。心里不得安顿，身体也不得安顿，没有一天好日子啊。每天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些报道啊，实在是不忍卒读。那边的人又自杀了，那边的人又相残了，哪里又被骗了，哪里又有八卦新闻了，太多了。最近那个国家地理频道，还有那个 Discovery 频道，他们推出一系列的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呢，名字就叫世界末日。那么世界末日的报道啊，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啊，好像呢触目可及呀。每天我们看得到了，听到报道了，都有相关的报道。不是冰山融化了，就是海平面上升了，气候升高了，哪里造成大水灾了，哪里有海啸了，有森林大火甚至连太阳发出那个电波，太阳因子都会造成我们地球的毁灭。所以你看，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是组成天地的元素啊。那么这四大元素呢，如果瓦解了，那么人也随之瓦解，整个万物也瓦解了。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末日的征兆啊，我们怎么办呢？还是这句话，敬天地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敬天地啊，赶快从敬天地着手。那么敬天地怎么着手呢？怎么入手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修心养性存心养性，修性练性，明心见性。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心性处在一种清净的状态，觉悟的状态，处在一种这种平等的状态。当你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物恭敬，那么整个天地呢就随之正起来。人跟人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人世间的环境呢就平和了，整个世界的环境呢也安详了。怎么会有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怎么可能会来临呢？所以每个人的做法是什么？每个人的做法赶快回归到我们做人的本分了，回归到做人的本分，那么世界末日
就有可能会迟延，甚至呢不会发生，乃至说世界大同都有指日可待啊。所以世界末日这些危言耸听，我们听了都会很害怕，但是不要在灾荒之中把自己吓死了。你要懂得去改变，改变不是靠这些政治家的这个会议啊，像现在哥本哈根正在举行的世界节能会议，不是靠那个那个只是一个表象的做法。靠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对于万事万物存得敬，对于人存得敬，对于你的每一个当下都存了一个恭敬的心，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挽救世界大同，挽救世界的危机啊！这个就是修道啊，所以修道就是修正我们不好的脾气毛病啊，修正我们不好的行为啊、言语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了。今天我们要讲解决人类的灾难、世界的危机啊，就是从敬天地开始。今天我们白养的修士有责任来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来为老水返潮啊做一个铺路的契机啊。那我们都知道，在道场老水返潮这样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么通常老水返潮这个定义上啊，各有不同的说法。那最主要的一个认为啊，那就是呢，这个道啊重新回归到这个道的发源地。那我们知道道的发源地是在山东，那么回归到山东啊，中国的山东省圣人出世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就是一种契机，那就是一种这个世界大同的一个气象。我们期待世界大同，但是今天我们在讲世界大同的时候，却是不时传来世界快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所以呢，这个之中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它一定有一个契机。为什么道劫会并降？为什么善恶要分班？这样的一个契机啊，从这里啊，我们似乎可以闻到一点味道。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这个地理、这种历史的风水啊，是会轮流转的。那么地理的风水也是轮流转。你看，我们知道地球的这个风水，在这个18世纪，18世纪是西班牙人统治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它的威力啊，扩及到整个世界。那么19世纪呢，就是英国人的世纪。英国人当时号称呢，日不落国。那么到了20世纪，我们知道是美国人的世纪。这个是以前发生的这个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的确是这样的发展。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到底是谁的世纪呢？21世纪刚开始，就纷纷传来世界末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么这样的一个讯息啊，会让现代人更加机警，更加呢，让自己能够有那一份醒思的力量啊，来面对这个世界末日的到来，而且呢，要将世界末日转化为世界大同。然后21世纪才刚开始而已，今天09年末年了，快要跨入2010年了。那么玛雅文化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人心惶惶啊！这个是从这个历史上看啊，这个地气的移转啊，从西班牙、英国、美国，那么现在的地气21世纪移转到哪里呢？如果我们再翻开中国的历史，来好好的看一下，会发觉到说，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兴衰啊，每700年有一次，有一次的一种大变动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一个一统的国家的时代呢，是在周天子的时代，周朝。那么周朝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是一个天下的共主，然后呢，封建出来的这些诸侯来护守着整个国家，那是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所以中国人第一次出现一个大一统，就是在周公的时代。时间呢是在这个西元前900年，因为呢正确的年代啊，各家的考据说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用一个笼统的数字，大概西元前900年，900多年。那西元前900多年，周公治理作乐，然后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礼乐制度。周公的这个周代啊，传了最久，800多年。那这个800多年，你看，在周朝，到了东周的时代，已经是混乱不堪了。那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啊，已经是非常的凌乱了。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期，大概是700年。中国呢，每700年会再兴盛一次，所以周公之后，周公的时代是在康王，周成王的这个时代，时间是西元前900多年，那一直又过了700年之后，来到汉代了，汉代。就在汉武帝的时代，西元前200多年，那么中国呢又再一次的强盛。汉朝的兴起啊，可以说大汉天威啊，连当时的匈奴，号称呢这个是非常强悍的国家，都被中国的军队了打得落花流水啊。匈奴迁徙到欧洲啊，形成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中世纪的没落，对吧？所谓黑暗时期，那是谁造成的？你看大汉朝造成的，所以黄祸有这种说法。那中国那时候很兴盛啊，这个汉武帝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啊，以儒家作为整个天下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针，教育人民的主要的一个方法。儒家最兴盛，所以当时儒家是显学当时的天下大概要跟这个汉武帝相比的，在西方就是罗马帝国，东方的这个汉朝。
那汉朝在汉武帝之后呢，就又慢慢没落了。之中还经历一个东汉、三国，再经过700年，来到中国的唐代，正好是在唐太宗那个时代，民国不是西元500多年，唐太宗的时代建立天可汗，整个这个天下唐朝最兴盛，所以叫做唐人现在呢，美国有唐人街，所以唐汉都是中国的一个代表。那当时的这个边疆有所谓突厥人，匈奴已经不见了，突厥人也是臣服在唐的这样的一个威势之下，唐太宗被封为天可汗。当时的民间最兴盛的就是佛学，禅宗兴盛我们说汉朝儒家兴盛，唐代呢学风是禅风兴盛。日本人大化革新来到唐朝来学习中国文化，把中国这一套东西学回到日本，延续了这个日本一直到现在成了一个这个大国在东方日本是一个强盛的国家。那当然了，现在呢它渐渐没落了。可是呢，日本人的当时的兴盛就是因为他们来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到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这一套制度他们不敢放弃。后来他们也学西方了，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完全保留住。这个是日本人高干的地方我们说做之君、做之师、做之亲，他完全做到了，而且呢，把它发挥在整个这个企业制度里面。所以说日本人会兴盛是有它的道理。那当时呢，唐朝也是一个兴盛的国家日本来讲，这真的是小国家而已你看那个中国那个国力之强学术之盛是中国人可以代表的。那唐太宗之后呢，中国又渐渐没落了一直要到明朝的时候，明成祖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又兴盛了。各位，我们看明成祖，他那个时代是非常兴盛的，这国力很强不要小看明成祖明朝虽然说表面上整体来看好像不是很强，可是在明成祖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国力非常强盛的。那当时的民间学说呢，道教最盛。你看七真史传记载的你看这个全真教在当时的这个民间最兴盛。明成祖他本来建都在南京，在南京建立一个首都，然后呢又担心南京这个首都呢坐不安稳，迁移到北京，就是现在的紫禁城。紫禁城流传了700多年所以你看他可以造一个北京城，这个紫禁城这个是需要多大的国力然后他还支援100多艘的舰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真的是赫赫有名当时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人有这样的实力能够驱动100多艘的这种大船舰去国外宣扬国威，还下7次所以呢，当时中国又再一次的兴盛，1300多年。
好了，明成祖之后，再过700年，就是什么？2000多年，2000多年，那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吗？没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呢，中国还要再兴盛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你看中共那边，中国的势力已经抬头了啊。中国的下面有个印度，印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国家。但是呢，21世纪要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不是因为中国的武力的强盛啊。那么老水翻潮，我们今天看得到中国的这个学术的风气啊，一定会兴盛起来。民间的这个学派啊，一定会有一派独盛。那么这一派将会是什么盛？哪一派呢？儒家。儒家的思想会兴盛。那么现在在讲儒家的人是谁呢？真正的表现出儒家文化的人是谁呢？只有一贯道。你单单靠那些学者专家，靠那些教授老师啊，他们没有办法搞起儒家的文化，他们只是知识上的领域啊。真正的去身体力行，真正的去发扬光大，还是需要靠这些修道人。修道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白羊修士啊。21世纪要是中国人的世纪，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就从你我开始了。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我们不要让世界末日来到，不要让呢这种末法时期的这种机缘啊，一步一步的逼向我们。我们一定要呢把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把它转化过来。转危机为转机啊，建立一个新的天地秩序，来迎接呢这个白羊普渡弥勒收眼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性啊，那是非常的重大。你看我们这些道亲，你不要说全世界人，你放到中国去就好了。台湾的道亲放到中国去，被人群淹没了，完全看不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大的力量，来婉转这整个世界的局势啊？那需要每一个人的发心。所以我们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啊。你10分的诚信就有10分的利益。你如果能够让你的诚信的心呢，达到10分那种100%的流露啊。道之宗旨，我们讲到建立天地的新秩序，所谓敬天地的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整个地气还有天气整个风水之气啊，它的流转正好流转到21世纪中国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呢要再一次的强盛。那在中国还没有看到强盛的一个时局啊，也就是说真正强盛、真正一个主导的一个势力啊，它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呢，现在呢已经纷纷传出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尤其是我们如果看这些自然频道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等等呢，不断的在报道整个世界冰山的融化昨天还在报道冰的融化所造成的世界末日这样的一个景象，实在是人心惶惶。但是呢，有一派的学者、科学专家认为说，这个冰的融化速度的这种进展
还有整个气候的暖化，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它并不是突然变得很冷啊，突然这个冰山就融化了，或者是说突然水就很多了，它不是这样子，它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大毁灭、恐龙大绝迹的那种时代那种方式啊。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天呢会给万物啊，他们这种迁徙的时间、演化的时间，还有他们适应的时间呢。那所以呢，冰山的融化、气候的暖化，海水的上升等等呢，都是自然的现象。那都是自然的现象呢，我们这个人类啊，也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适应点。像现在看到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啊，那这是全世界有名的跟中国的苏州、杭州一样啊，哇，水道遍布啊，一出门就是坐船啊。那威尼斯也是这样子，但是威尼斯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呢，他们的那个地势太低了，海水倒灌进入到整个城市了。那整个城市呢，都现在呢，已经呢，一层楼的下面啊，大概是膝盖以下的部分啊，有时候涨潮的时候呢，都已经涨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了。那所以威尼斯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这些政府啊，他们也在想办法要来面对这个都市啊，随时会被淹没的可能啊，要做阻挡。所以他们号称呢，做了一个摩西计划，要把水呢阻挡在威尼斯之外。那当然呢，科学家有他们的这个设计跟做法。那么我们讲到世界末日，那最近呢，刚好这个台北的学界传来讯闻，那这个讯闻呢，是白水圣地还有各类的各种仙佛诸天仙佛来到中坜雅德坛，慈悲指示，时间是98年11月14号，所以这是很新的资料。那么老前人他讲到，他这里问到说，最近大家常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你们会怕吗？会担心吗？那么我们会怕吗？我们会担心吗？有心人士他会怕会担心啊。那么有一些没有感觉的人，他还是不以为意啊。那现在在丹麦所开的哥本哈根的节能减碳会议，可能今天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结果。抗议群众不断涌入到哥本哈根不断的要呛虾。那么这些弱小的国家没有能力来改变自然，所以呢，要求这些大国开发中国家或者是说已开发国家，能够提供金援来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那么美国跟中国这两大国纷纷呢都没有办法意见相同，谁愿意拿钱来帮助这些弱小国家呢？其实这是整个人类心态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穷人跟富人都需要受教育，受谁的教育？受圣人的教育。也就是说，富人他有责任
来帮助穷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生活上的降低他们生活上的恐惧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安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富人啊，富国开发中的国家，已开发国家有这个责任。但是呢，你要也就是说，你凭什么要他们拿这些钱来帮助这些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大的金源呢？所以这个是富人要教育，也就是说，你要把他教导你要教导他，为什么你要帮助穷人？因为呢，穷人如果死了，富人大概也差不多快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脆弱的部分啊，如果说受伤了，好了，脆弱的部分它会一直延伸到比较强壮的部分，连强壮的部分也会逐渐脆弱下来，所以呢，整个身体就会毁坏。这个是整个世界一体的这种观念。那这种观念呢，非常不容易建立，所以呢，要透过圣人的教育，才有办法让这样的观念呢深植到人心里面呢。那穷人也要教育，穷人为什么要教育？因为穷人啊，你不能够只是等着别人来救你啊，你要自救啊，你自己都不救自己了，光靠别人来救你，别人怎么救你啊？你自己不愿意发愤图强，那也不行。所以穷人要教育，教育穷人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穷？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自救？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呢，你自己以前没有努力，以前没有做好以前的这种因果业障做得太多，这些呢都是要教化的。当然讲到因果业障又牵扯到宗教，大家会听不下去。但是呢，并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因果，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最近我们哲学系研究所的考试就是问了这个问题。你说人类性善但是呢，性善是这些圣人在讲的不一定每个人相信像这些政治人物他也不相信他也会作恶那么你要如何说服我说性善是确实的理论？那么我就回答说，性善呢是不需要人家相不相信的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就好像因果，你不用人家相信它还是会有因果报应。你即使不相信因果，你还是会得到报应，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根本没有相不相信的问题人类性善，性本善，人本来就是至善的，所以尧舜性也，众生必定成佛。这个都是呢圣贤人、诸天仙佛讲给我们的道理。那么你相信了，你去做，你自然就达到那个境界。你不相信，那你继续造恶，不接受圣人的教化，那么你当然了就继续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之中呢有一个缘这个缘呢是需要世间人来努力的，圣贤人来努力的，那就是要教化他教化这些不知道的人，让他知道你真的是佛，你真的是圣人的本体。你只要呢好好的来力行，好好的去实践，去开发，那么你真的能够达到圣贤人的那个面貌。这个是我们讲到敬天地讲到的这些话题世界末日的话题那老前人问，你们会怕吗？你们会担心吗？那老前人当然有给了一些答案让我们自己来思考。他说呢，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说法而放纵自己，明白吗？不要因为说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电视媒体都在播世界末日快到了，那么你就放纵自己。他后面又讲到，常常想想自己内德修好了吗？家庭圆满了吗？人生的功课及格了吗？自己内在品格若不健全完整，那么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所以世界末日不是全部人毁灭，自己先毁灭。老前人他这样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世界末日的毁灭是在于人对于心性的不够尊重。所以呢，你内德修好了吗？你的心性修好了吗？没有。家庭圆满了吗？没有。人生功课及格了吗？你也没有。那么你自己品格不健全，你就世界就末日了啊！你当下就过不了关了啊！不要等到冰山来融化啊！不要等到海水来淹你啊！你自己就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何况呢，这些冰山、这些这个海水是怎么来的？人心变现来的。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在道师宗旨后续都会一再的强调，陆续会讲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形成。整个万物的起因在佛经里面他讲的是最清楚了。那么我们道呢，当然透过佛法来演示出这个敬天地的道理，那是会更圆满。那么我们先说老前人他讲的这句话，老前人在生前就一直强调，叫我们修内德。你度人的功夫度不了那么多没关系，你就修修自己的内德。这个是老前人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但是呢，整个道场的趋势变成说，你度人，你才有功德；没有度人，你就不是在修道。这个是一个趋势变成这样子。那但是呢，老前人还是在强调，你的家庭圆满了吗？你的人生课题及格了吗？你看我们的内德没有修好，心性呢不好，那个心地呢常常贪嗔痴爱、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相对的你的身体就不好，你的这个整个看到的大环境都不好。那你的家庭圆满了吗？我们说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有做圆满了吗？没有。人生的功课，你所要面对的各种的业力、你的愿力、你的责任跟使命，你都有去承担了吗？现在呢，自杀一死了之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还要继续来处理，而且呢，利上加利。所以自己的内在的品格如果不完整、不健全，那么呢，世界末日随时都到。有形呢，我们看得到的是海水上升洪水爆发这些火山爆发太阳风暴这些的灾难随时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是你内在那一份这个贪嗔痴呢，你那一份无明妄想分别执着呢，你降服了没有？你没有，结果呢，你内在的那个灾难跟外在的灾难结合在一起，那这样呢，真的是必死无疑这个死还不是肉体上的死而是呢，永世不得超脱，这个是很严重
我们今天道可贵就在这里啊，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这样六道轮回下去了。我们早晚有一天能够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觉悟啊，超脱六道轮回，回归到原来的老家啊，回归到原来的面貌。所以世界末日啊，老先生后面讲，就算是明天是世界末日，今晚也要度过，是吗？那么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快乐知足的过每一天，好吗？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呢，不要随之起舞。所以这个谣传在做什么？媒体在播什么？不要随之谣传啊！重点是你安住你的本心啊！我们今天呢，不得不来分析一下天灾地变到底怎么形成的。哦，在《楞严经》里面，他说到，这个人的贪嗔痴啊，会引发天灾地变。那么我们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讲到啊，整个世界的形成啊，它是我们心事的变化。所谓回心所现，回事所变。哦，我们讲到心跟事哦，那一个性里面，心跟事其实就是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性呢，它是没有实质的，没有精神的，哦，它是真空的，它是妙有的，所以性是圆满的，是具足的，哦，是清净的，性是没有办法讲。但是呢，性透过心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那它就会有它的样子，哦，有它的气息，哦，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色相。那事又是什么？事就是你个人的变化。所以心现事变，心把性完全呈现出来了，好，没问题。可是呢，心再加上事，那世界那就变化了。世界本来是圆满的，本来是至善的，结果呢，加上个人的事之后呢，事就是阿赖耶识，末那识就是自己的六识，哦，这些分别妄想执着通通加在里面了。所以呢，把世界呢，哇，呈现成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看得到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现事变的结果。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都是这样子，共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国土，哦，来到这样的一个国度，结果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机缘生在台湾，我们是有大福报啊。那么有的人呢，出生在这些灾难的国家，哦，边地的国家，哦，饥饿的国家，那么这个也是他们的这个业报啊。所以心现事变嘛，因为他的心是处在那种状态，所以他的意识变化出来了，就是那个样子。那他处在那个国家，是因为他的心现事变，让他呢出生在那个国家。但是我们台湾也有个问题啊，我们台湾每年都有台风，哦，每年都有台风，结果呢，造成了每年呢都要呢为这个台风而损失生命财产。哦，如果按照心现事变的道理，那么台湾的台风是台湾人心，哦，或者是说这个沿海地区啊这一带的人民所呈现出来的共业现象，心现事变。你看马来西亚没有台风，泰国没有台风，哦，柬埔寨这些国家没有台风，那他们呢就是没有这个业，
当然他们有另外一种业，这个我们不去论它。那么台风的业是什么？台风的业就是贪嘛，贪心，贪心是水灾。那风灾呢？风灾是愚痴。愚痴加上贪心，结果呢就变成台风。台风都是由带来水患了，所以两个是结合在一起。那么火灾呢？火灾是嗔恚所造成的，所以贪嗔痴，贪嗔痴造成了这个水火风灾，水灾、火灾、风灾，贪嗔痴。那么地呢？地的灾难呢？我们不是说地水火风吗？那地就是心地，心地不平了，心地不平造成地壳的变动，造成地震了。那么干旱呢？干旱就是你心不忍，不够慈悲，人心都不忍不慈，所以呢就造成干旱。这个是佛告诉我们天灾地变的原因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皇帝，当他的国家出现天灾地变的时候，他必须呢下诏罪己，他必须呢昭告天下，斋戒沐浴，然后呢这个祈求上苍啊，把罪加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加在百姓的身上。那是因为皇帝做不好，上天加这个警告给你，如果你再不好好的这个修德，那么整个国家呢可能会因为你而败亡。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多，这个例子啊可以说讲不完。你看周朝的发源地，这个契山啊，当时周幽王在世的时候啊，周幽王无道宠爱这个一个爱妃叫褒姒，那么不理朝政，淫乱宫廷啊，结果周朝的发源地契山就崩了一块地山崩掉了，山崩掉了，大家就紧张了，这些天文学家赶快呢来劝皇上赶快呢斋戒沐浴赶快呢祈祷地德希望呢老天能够呢把灾难抚平谁要做皇帝皇帝代表这个国家，皇帝是这个天子，他要赶快修内德，赶快忏悔。但是周幽王是一个无道昏君，周幽王没有听所以周朝灭亡了。你看我们知道周朝分为东周跟西周那时候是西周西周就没有了。还好又有一个有那个后代子孙也就是说他的祖先的德还庇着后代子孙还有一个东周，让他可以立足所以你看世界的灾难，我们与其担心那些外在的这些现象我们还不如修自己的内德这是真正面对天灾地变的方式，就是修好自己的内德。这样的道理谁懂得呢？必须要有圣贤人的教育来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你身上。这个是美国的预言家凯西说的。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前因跟际遇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因为我们累劫了太多这种轮回了，轮回不晓得几千年几万年了，不知道了。
哦，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那第一次来可以说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他是刚在造啊。但是呢，第一次来的人通常呢都可以马上回天了，因为他没有前因嘛。那他没有前因，他是来这个来负责来管好这里的国度，那管理好就回去了，就好像尧舜那个时代，哦，就好像那些原住民啊，他们可以随时回去啊。哦，我们看那个澳洲旷野的声音这本书啊，那原住民他们自己讲，他们可以随时回去，啊，他们有使命来这里，把这里治理好，把这里的人民教育好，然后呢，他们呢要回去的时候，把那个生命的开关把它关掉，那他们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对他们而言，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啊，为什么会没有病呢？没有病，因为他们呢，他们的病啊，是因为这个心态上，这个不够平稳，也就是说，他内在的那个细胞啊，发生的波动，所以呢，需要安抚。啊，所以呢，透过安抚的动作，把那个细胞呢安稳下来，那他的病呢就好了。这个是旷野声音里面，他有举到一个实例啊。原住民摔下山了，骨头呢凸出来了，那个巫师啊，把它摸一摸，隔几天的那个凸出来的骨头自己又收回去，伤口呢没有抹药，没有抹药就好了，光是这样把它摸一摸而已就好了。你要知道不可思议啊！但是呢，对他们而言呢，哪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啊，正常的现象啊。所以他们称自己是真人啊。真人啊，你看到真人是我们道家的名词，那只有修行到那种神仙的境界，那才能够叫真人啊。他们自己叫真人，那可见呢。他们本身呢就具备这样的境界，那他们称文明人叫什么？叫变种人。变种人啊，从真人已经变种成另外一种人了。那文明人听了当然很不服气啊，那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教化的这些原住民，竟然说我们是变种人，当然也不服气啊。但是呢，这些澳洲的原住民呢，他们有各种例证啊，可以来反驳你，而且他们的话呢，都站得住脚。他说呢，我们今天可以来试看看，我们都不要穿衣服，在下雨天淋个3天3夜，你受得了吗？这一般人哪受得了啊？无名人哪受得了啊？可是呢，他们就有办法。他们在下雨天淋个3天3夜，他们不需要穿衣服，他们都是光溜溜的。所以我们看到原住民，他们几乎都不穿衣服的，顶多用一些树叶遮一遮。那所以呢，他们说。这些文明人啊，就是我们这些都市人啊，是变种人。他们经不起这种打击啊！你看，我们的确经不起打击。你不要说这些自然的摧折，单一个流行性感冒，一个 H1N1，我们人类就受不了了，更不要说到 SARS 那种病毒啊。为什么会受不了 H1N1 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抗体，人本身没有那个抗压性啊，抗疫的能力啊。但是在原住民身上没有这种，
所以可见呢，我们人的这种智慧、德能、相好，健康、财富，通通已经丧失掉了，那本能都已经丧失掉了。我们本来是要健康的，如果照不老、不病、不死的话，我们本来是健康的。但是呢，为什么一下子一个感冒来就让我们躺个凉好几天，让我们受不了？这个失去了。相好就是在外在的面貌，外在的面貌，我们跟古时候的人可能也没办法比。古时候人个子高大，相貌庄严。你看三国那个时代，关公所表现出来那个样子，那个在我们现代人来讲，那简直是神啊！那在三国那习以为常，人都是这样子。那关公当然，这个他的长相更特殊了，更圆满了。德能就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能力也都丧失了。道德伦常没有了，能力呢失去了。我们讲到科技事实上我们的科技哪比得上老祖宗？老祖宗要发展科技啊，今天世界早就毁灭了。老祖宗是不想发展科技啊。你看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的科技继续留下来啊，现代的人依赖科技啊，早就灭亡了，哪还有到2000年呢？你看我们在《民圣经》讲到孔明，他发明的这些木牛、牛马，帮他们载运器械、载运粮食，那不需要石油不需要引擎啊。那随便用一些木材设计的，竟然也会自己走路，也会停止，也会倒退，哪那么厉害呀？他就是有办法。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技术流传下来呢？流传下来造福后世，那我们中国人不是不得了了吗？到现在中国人还停留在这个冲天炮只能够放烟火。各位你想想，如果说中国人把冲天炮发展成太空梭、发展成火箭的话，那么现在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看在古代的时候就发展成火箭、太空梭那个状态啊，地球不晓得要死过几次了，不晓得要毁灭过几次了。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冲天炮来放烟火，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都有心情来看这个烟火，大家呢都有一种平和的状态，这种身心安顿的状态来存在这个世间，那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创造那些船坚炮利，创造这些科技？想想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性啊，是的确有，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伤害性啊更大。两相权衡之下，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我们从科技的便利得到的，跟从科技的害处损失的得不偿失啊，没有办法平衡。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今天我们健康失去了，科技越进步，我们健康其实呢越脆弱。我们比不上那些原始人，那些这个原住民才能失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天互相沟通，我们看不到墙壁外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神通了，
所以才能失去了。道德、道德伦、道德也没有了。哦，以前人画地自限啊，画地为牢啊。哦，画一画，你要关在这里几个小时，你才能够出去。哦，几个小时没有过了，你不能够出去啊。现在哪有办法？你那个时候的人是因为道德纯善了啊，你要罚他站2个小时，他就真的站2个小时，反正他也不想跑，要跑也跑不掉。为什么说跑不掉呢？因为呢，那些画地的人他知道你跑去哪里了，自然有办法把你抓回来。那么被画的人呢，他知道说自己也跑不掉，但是呢，自己也不想跑，因为呢，他真的做错事情了，要受罚。你看画地自限，画地为牢啊，那种情境啊，多么温馨啊，多么让人家向往啊！哦，智慧，我们的智慧也失去了。我们没有佛那种智慧，没有圣人那种智慧，对于宇宙人生的这种知见啊，知道了太少太少了。哦，对于心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了太少太少了，了解的太有限了。我们的智慧呢，人的这个脑啊，没有办法去了解佛知佛见。哦，圣人的知见呢，真的是圣意难测。所以智慧、德能、相好、健康、财富，通通没有了，通通失去了。你甘心吗？今天呢？哦，世界末日又要来了。你正要这个辉煌腾达，你正打算要老水还潮的时候啊，人家跟你说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所以你是不是也不想修办了，也不想有什么作为了？老前人说啊，不要因为这样的说法而放纵自己啊！不要因为人家在说世界末日啊，你就开始跟人家起舞。你不要对号入座嘛，对不对？常常会说啊，我们穿这样子，我们做这种事情会被人家笑死啊！笑死是他笑死，又不是你死，你在紧张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世界末日，他去讲他的世界末日嘛，是他世界末日，又不是我世界末日，我在紧张什么？我把我的本分做好嘛，我的这个内德修好了吗？家庭圆满了吗？人生功课即可了吗？我把这个做好了，我的末日就不会来嘛。何况共业之中还有别业嘞。哦，共业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受到的。哦，气候变热了，哦，大家会受到。可是呢，海水上涨了，有的人会死，有的人不会死啊。气候变热了，有的人会死，有的人不会死啊。就是共业还有别业呀。哦，所以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也要今天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度过。是不是呢？所以呢，老前人告诉我们，安住自己的本心啊，快乐知足的过每一天啊。那人生种种的历练啊，都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成长。哦，即使跌倒了，你也学到一个很好的经验，跌倒的经验啊。那个经验呢，累积起来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就是你开悟的可能。哦，所以不能够放弃，不要放弃，好好的去冲，好好的去做。那这个就是真正尽天地的实意了。哦，我们说要建立新秩序，昨天讲到这个历史的轨迹啊，在周朝、在汉朝、在唐朝、在明朝，都曾经辉煌腾达过。那么我们今天要实际的告诉大家，
今天如果中国人再一次的强盛，哦，那么我们绝对不是汉唐文化的那种强势。哦，我们不要汉唐再现，我们要什么？要周文的化育，周公治理作乐那种王道的文化来兴复起来。哦，那种王道的文化是济弱扶倾啊。哦，是帮助世界和平的。你看中国人，中国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主动出兵去打别人的，从来没有。那么中国土地变大了，都是融入各类的民族，不断的融进来，兼容并蓄啊，让中原呢这样不断的在拓展。啊，中国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他会保护自己，哦，会抵御这个外敌，但是呢，他不会主动出兵去打人家，不会为了自私自利啊去攻打别人，所以是这个和平的民族。我们的这个本性呢，就是一种和的状态，因为这个圣人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敬天地，天地秩序都是从这种和、这种敬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对于祖先哦，我们也没有看过，我们为什么要拜祖先？那么，我们拜祖先，是因为我们对于父母有一份孝心，对于父母的孝。推而及到祖先，祖先再推而及到那个天地。哦，所以呢，整个新的出发点是因为心善、性善，所以呢，我要孝顺父母，我要敬爱祖先，我要呢敬天地，我要礼神明。那是有一个次第，有一个顺序，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道之宗旨讲第一句话敬天地，就是把那个最大的目标放在那里。我们来自于天地，哦，我们的根本溯源就是天地来的。那么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有道。道呢，因为不可以形容，所以呢，道呢不可膜拜，道没有办法称说，所以呢，道。我们人的知见、人的言语方法没有办法去称述它，所以当它形成天地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诉说它。那零变成一之后，太极生两仪。啊，无极是没有办法称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再生两仪，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根源是什么？所以敬的一个动作是来自于对于根源的那一份感恩。对于根源的那一份感恩啊，是怀着无比的谦卑啊。哦，这种谦卑呢，让自己呢是一种道体的实现，让自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展现。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来到这个人世间，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这个使命。哦，我们是圣贤人的本体啊，道成肉身的本体。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讲出来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天地之中。那么没有天地呢，就没有人。可是呢，天地又必须透过人来治理，啊，来赡养。所谓天不言，地不语啊，天地的造化，天地的德能，必须透过人。那么人如何知道天地呢？
人不知道天地，所以呢，这个人之中啊，会出现像圣人这样的人。那么圣人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呢，天地的一个划线，也就是说，他跟天地是随时相通的。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啊。那么圣人是人，一般人也是人。圣人要告诉凡人，其实呢，他跟圣人是一样的，性德是一样的，智慧是一样的。但是呢，今天他们没有办法跟天地一体，是因为呢，他们的这个心事啊，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染着，发生了无明。当你把这些染着无明通通放下，通通丢弃了，那么你又可以跟天地为一体了，你就是圣人的样子。所以人不晓得怎么跟天地学，就跟圣人学。圣人就是天地，所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那么人都是站在土地上，这个地呢，长养万物，来供养人类，供人类居住，供人类生活。所以叫人法地，人要效法地的博厚，地的那一份包容，地的那一份这个大爱啊。所以地就像母亲一样，她这样照顾我们，呵护我们，然后呢，让我承载我们，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来安养。那他说地法天，地法天就是这个地的一切资源啊，它是来自于天。天如果没有给地资源，地也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天地呢变成合起来，是合起来的一个体。那合起来一个体呢，再形成一种太极的作用，才能够运转，才能够呢这个普遍到整个天下国家。那么人运转在其中呢，这个悠然自得。所以呢，地要法天啊，地要这个配合的天道来运行。所以光地道不行。光地道呢是偏阴，没有办法运行。还有一个阳的来配合，这个叫天地之道，叫阴阳之道，也是春秋之道。那天法道呢？也就是说，天呢有一个轨迹，有一个准则，有一个根源，那个就是道。那道呢，无形无相，道呢没有办法伸缩，道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道也不是空，所以呢，道没有办法说，那就是一种准则、轨迹、根源在那里。那天呢，就按照那个准则，按照那个轨迹，按照那个根源来运作。这个叫天法道。道法自然呢？道法自然呢？自然就是一种周遍，所谓尽虚空遍宇宙了。这个是自然的。那道性本来就是自然。道德性是自然的，所以道就是性，道就是自然，所以道性自然，无所法也。道的性就是自然，这个道呢，生天生地生人嘛，那它的自然呢，它里面呢有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啊。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称述它，它就是自然而然。所以佛经讲，整个宇宙啊，是一时顿现产生的。有一个原点这样突然爆炸，
突然出现。那这个跟科学家所讲的大爆炸好像又不太一样。科学家所讲的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那个也是经过推论的，他也没有办法证实。但是佛法讲的，它是非常有理论依据。佛法讲的这个宇宙整个世界啊，是一时顿现，就突然出现了，有一个原点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原点呢，科学家把它认为说宇宙的原点。宇宙的原点呢，是这个头发的这个截断面呢，比头发的截断面啊还要小100万亿比头发的这个直径还要小到这种100万亿这个到底是什么数字啊？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这是科学家说的哦。科学家说，整个宇宙大爆炸是由这个100万亿的这个头发的直径啊，这么小的一个原点爆炸出来的，已经很类似佛家说的一时顿现。那么你看我们说的一时顿现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视，拿着选台机，我们今天要看中视了，一转，中视了；看民视了，一转就是民视了。看国家地理频道，好，一转就国家地理频道，那个画面就出来了。所以那个画面出来是一时顿现出来的，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跟这种现象。所以电视呢，电视这个例子啊，可以用来比喻我们的这个心现事变的一种现象。那么，所以天地怎么形成的？天地就是心现事变形成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世界，山河大地，整个国家这么样的这个排列繁复，人种那么多，这一时顿现。那现在呢，搞到现在冰山融化了，海水上升了，气候暖化了，好了，没有办法这个去处理这个问题，知道了又收束起来，整个大地又把它尘封起来，又回归到原始的状态，整个毁灭，收人收地收天，然后再回归到太极，再回归到无极，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又生两仪，就是这样循环往复。这样的一个规则轨迹，我们就是说自然。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然？不知道，因为自然没有办法讲嘛，没有办法讲，一念动而有无明嘛，这个无明怎么产生？这个就是一念动产生的，所以自然无所法，所以道法自然啊，这句话意思啊非常的深。那么如果说人类的道是性理，道降在人身上就是性理，降在天就是天理，物就是物理，这个我们是普遍知道的。那降在性理，人的性理要法自然，人要生活在自然之中，所以对人而言，道法自然是什么？你要法则于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这个道人的道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自然呢就是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把它做出来，就是回归自然。我们人不是要回归自然吗？我们不是想身处在自然之中吗？我们不是跟自然一体的吗？那你要道法自然啊，你要生活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之中啊，那你才能够恢复自然，你才能够天地悉皆归
哦，所以呢，儒家收圆是有它的道理的。今天我们讲太多的苦空无我，讲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无为啊，现在人听不懂了，因为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没有了，通通失去了。所以呢，要透过儒家这一套啊，你还是回过头来讲人，你讲世间的东西就好了。你把忠孝仁爱哦、礼义和平，你通通把它做到圆满。你就是得一善福音，把一个字做圆满了，你就回归自然了。这个就是儒家说也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道法自然。所以解决世界末日怎么解决？啊，解决这些天灾地变怎么解决？你就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就是敬天地理生民。哦，就是呢。儒家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如果我们每一个道亲都能够教化到每一个的世间，让每一个世间的人接受儒家的教法，让他们开始去实践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开始去推动，开始去力行，那么我相信呢，天灾地变一定会转化。那么不是我相信了，而是呢。圣人告诉我们，心现事变嘛，心现事变，天灾地变也是心现事变啊。今天我的心改变了，天灾地变没有了，世界末日没有了。我们人人都能够回归到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圣贤人的样子。回归到本来面目，然后呢，整个天地呢，按照它自然之道，又开始去生成。该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不想来就不要来，这个才是自然之道啊。所以道法自然是一个真的是最高的境界。历史学家汤恩比他曾经说，他在19世纪的时候说过这句话。解决21世纪人类的问题，必须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我们知道说，大乘佛法是辅助孔孟的一个没有触及到的一个点，真正的还是要放在孔孟学说。因为孔孟讲人世间，讲这个方内的，他不讲方外的。那出世间的部分由这个大乘佛法来圆满，但是呢，重点你的根就是孔孟学说要扎好，孔孟学说都没有扎好了，你要再讲这些无为的，讲这些空的道理啊，那都是虚花假景，那都是不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为什么现在佛家的这些修行人回过头来推动儒家的文化，中华传统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知道这个才是根啊，这个根没有立足了，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智慧的人懂啊。净空法师有智慧啊，我是很佩服他。那他今天呢，回过头来弘扬《弟子规》，弘扬中华文化，弘扬这些儒家的教法。其实他懂得汤恩比所讲的这句话，这个中华文化中孔孟的学说才是真正的根。只有把根扎稳了，你才可以建筑2楼、3楼。一直层层叠峦上去。你想要盖这个摩天大楼，你只要长出一棵大树，你没有根，你怎么长啊？你怎么建啊？你没有办法。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敬天地。那就是人跟心性的关系，所以天地这个范围
它是一个形象的表征，也就是说，心性在整个宇宙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就是天地。所以整个天地怎么样复杂变化，人的身心就是怎么样复杂变化。那么身心在我们人生之中啊，它也是一个天地宇宙的呈现。那所以呢，人的身心运行顺畅，那么呢，身体自然健康，自然清安自在，无灾无病。人呢，如果说身心运行不顺畅，内在的贪嗔痴爱、烦恼妄想一大堆，外在呢又有这些五欲六尘来干扰我们，所以人呢身心会生病。那么生病的道理呢，可以说呢，演绎的很深很广。当时王凤仪老先生啊，他用这种道理来讲病，把人的良心翻出来，把你的心根啊立起来，那么他外在的这些病呢，就可以消除。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就可以翻病根、立人根，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一份脾气、毛病，通通把它翻出来，通通把它丢弃。那事实上呢，这个不容易啊。毕竟夙业是累劫以来我们所积习下来的，甚至你在道场已经是很资深的一个人员，那么累劫的习气毛病啊，仍然很难改除。所以啊，我们说要立觉志，觉志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这个愿力呢，要下得真切，那么你的力量才会大。就好像呢，我们的树叶是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一样。这是佛家的譬喻。那么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佛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滴墨水掉下来。但是呢，佛可以教你，你掉下去的地方，你的水可以让它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的愿水，你要下觉志这个愿力之水啊，你可以让它扩大。这个愿力之水一扩大，虽然那个业习种子、那个因果报应啊，还是掉进了你的水里面，可是呢，融合于无形无相之中了。你一滴墨水掉进湖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呢，你那个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是的，是掉下去了。因果报应呢是呈现的，但是呢，不痛不痒。那不痛不痒呢，对你来讲，是因为你的愿力大，你的觉志高，所以呢，今天你所承受到的整个因缘果报的接受啊，你是心甘情愿，而且呢，你是毫不在意。这个是明白我们的愿力。愿力既然下了，那么你就没有半途而废，你就没有退缩不前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啊，得闻名师这一子啊，那是天大的福报啊，莫大的佛恩啊，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名师这一子啊。借着这一子呢，我们可以呢，这个翻出轮回，我们可以呢，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是真正解决整个天地
所形成的灾荒啊、灾难的根本解决之道。我们训文里面有一句叫“云层躲劫”。那么“云层躲劫”啊，这句话呢，那么可见整个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那么可能呢，天地呢都要把人收走了。但是表面上是收走了，但事实上呢，还没有，还留有一部分在云界，在云层啊。云层是哪里呢？云层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然后先暂时在那里，然后呢，等这个灾劫过后，再下来人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天地的秩序又重新整理。那么这个演变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云层躲劫的定义呢，有可能是在天地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大地之上，我们的地球之中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躲劫。那灾难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还要再来这个整顿天地啊，建立一个天地的新秩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中国文化，每700年一次的这个兴盛，到了现在2000年，准备要兴盛的时候，但是呢，世界末日的预言竟然来到。那么可见呢，整个文运的兴起啊，必须呢跟劫数一起共生。所以道劫并降，道劫并生。道能够挽救人类，挽救整个世界生命，但是劫数呢，也可能收杀整个世界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道的人，那么表示呢，他有机会能够逃出此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明示这一点是这么样的重要？虽然说新颠很多宗教团体、很多学派都有各自的理论，各有各自修行的方法，但是呢，没有明示这一旨，他们所修行的都不只是变成一种世间的福报。因为呢，没有办法见到功德。功德是真正的亲近平等觉悟，真正的放下无明与妄想。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王道的文化来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啊！不是说天地毁灭之后我们再来开始，而是呢，此时此刻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开始要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用王道文化内圣外王之道来拯救整个世间。那么你讲这么多，讲这么高，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先清楚，王道文化绝对不是汉朝那个时代的文化，也不是唐朝，更不是明朝，而是什么？而是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是周文的化育啊，才能够让天下呢走向这种平坦平和的一种大道。所以孔子他非常向往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常常呢这个提起礼乐的教化，恢复周文的化育啊。所以孔子在的时候，整个天下勉强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啊。但是孔子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恢复周文的化育。你看，孔子离周公已经是100-200年的事情了。可能要更久。那么到了下一次兴盛是汉朝武帝的时候，孔子呢
又离了汉武帝呢，那么这个大概也有500年了。但是呢，孔子留下一种典范，留下一种精神，让整个中国的文运啊能够再次兴起。那么中国这次文运的兴起啊，要靠的就是这个王道的文化，内圣外望之道。内圣呢，是我们的对于圣贤人那一份的身体力行，那一份的自我要求，以及那一份的觉志理想，我们必须呢赶快来付诸实践，赶快来落实，这是内望的功夫啊！不要说你是善人，你是好人，这些话呢，都不要透过别人来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修行人，要求成为一个君子，这个程度啊，并不难。但是呢，我们起码要迈向贤人的标准不能够只以君子为标准。那么我们道场的大德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君子的标准。可是我们自己呢，要求达到圣贤人的标准。在佛家来讲，就是佛菩萨的标准。光在阿罗汉的标准还不够。虽然阿罗汉已经是出世间的圣人了，但是既然是名师所传下来的大道，名师在指引我们，我们就要有名师出高徒的那一份觉志，那一份愿心呐。这样来再营造一个整个天地的秩序。所以天地的一个新秩序啊，它不是说你立下了什么法案，科学家想到了什么方法来减少碳的排放量，或者是说用什么理论来解决，这个都是自末节，自末不治本治根本的方法在人心。所以我们讲到敬天地，要讲到对于心性的礼敬。对于心性的礼敬呢，那就是真心诚意的把心性呢，把它圆满表达出来。性是如如不动，心呢是应诸于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的圆满就是于你心的圆满。那么万事万物还有不圆满，那你心还不圆满，那你要继续把它圆满。那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圆满？因为我的性是圆满的。我们的心不能被五欲六尘给干扰，不能被呢这个六识所转移啊，六识、七识、八识所动转。主敬纯诚的一个态度，是在于生活的当下。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恭敬，那么样的虔诚。你对于整个天地啊，就好像是你处身在一个你自己的心性世界一样，整个天地呢都是你。整个天地只有你这个观念呢，我们会陆续强调掉。整个天地宇宙就是只有你，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呈现的。他们为了帮助你开悟，为了帮助你走向圣贤之道，所以叫做心现事变。所以今天我们的世间人所追逐的这些外在的福报这个都是呢错用功夫虽然我们需要这些福报，但是呢那不是重点。
一个觉悟的人知道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心性功夫，自己的言行修为。所以你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啊，虽然表象上他是吃着一箪食，一个我们说大汤匙、大勺子的饭，一个大勺子的水，这样呢就可以温饱。但是这个一呀，这个一有一点呢，那个专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呢，它是专一在他的一个心性修为上。那么外在的这些饮食啊，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他要专一在这里，所以呢，他不会被外在的饮食，这个贫困的生活给干扰到。居陋巷，陋巷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陋是简陋啊，所以呢，什么都没有，他自然不在乎外在的形象，不在乎外在的这些享受。他内在精神丰厚，那每天都快乐不得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看呢，他的乐呢是处于那种心性上的乐，那种乐呢是无比的乐，也就是说，他将有一个大力量，这个力量呢可以帮助他来成就他的一个愿望。那么透过他专一的这个修为啊，不被外物所染，不被呢这个眼耳所惑，所以呢，一箪食一瓢饮，那个一啊，那真的是我们修行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讲心现事变，颜回给我们最好的例子。他的心呢是追求圣人之道，所以呢，他在外面呢一切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啊，都只是支持这个肉体的生存而已，其他都不是重要了。那么，所以他三十几岁，32岁归天，当然也有讲42岁归天，但是呢，不管32岁还是42岁，他都是一个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一个很短的时段。那么很短的时段呢，他因为能够专一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性上啊，所以呢，他得以成就，他可以成就为圣贤人。所以今天颜回复圣，再把孔子的精神再恢复，所以叫做复圣。那么颜回这种修为啊，可以说是孔子功夫落实的最彻底的，也是把孔子的功夫啊完全的彰显的一名弟子。那么其他的弟子呢，就比较看不出来。第二个是曾子、仲圣。那么曾子的质啊，他的根性啊，就比不上颜回这么利。那么曾子他因为是力行孝道，力行孝道，从孝道里面入手，入到心性，然后得以成就，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我们不是说得一善而全福音吗？得一善而全福音，这个福音啊，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力行，不断的去动作，不断的去累积它。同样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做到呢熟能生巧，做到呢呼之即出，做到呢这个随手反应。
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功夫上啊，就流露出智慧，你会定住在那里，哦，那当你定住在那里呢，突然的功夫成熟了，你就开悟了。所以你看禅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开悟的那些故事啊，哦，这些公案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哎，突然听到一个鸟叫声，突然听到这个石头的声音，突然跳进水里面的感触，开悟了。所以开悟对儒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进圣贤人的一种进路。儒家也有开悟，儒家不强调这方面，那么他着重在你对于这个人事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人，你来到人世间，你不做人的事情，你专做这个出乎世间的事情，那么人的这种意义啊，就相对的打折。哦，你只是来这里念阿弥陀佛，念，然后就回天了，你对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那么这个不是儒家所要的。儒家所要的是，我同时对人类有帮助，但是呢，我同时又可以回归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同时不是分开两件事情同时来做哦，而是一件事情哦。也就是说，我在帮助众生，我在这个正己成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同时也是达到一种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一份状态之下，来成就自己。哦，所以不是两件事情，而是一件事情。所以一切的难啊，我们比不上这些祖师大德，比不上前人啊，前人老前人啊。我们哪有什么难呢？一切的苦，我们苦得过这些佛菩萨吗？哦，苦得过老前人前人吗？苦不，那个境界来讲相差太多了。所以常常讲，我们在修富贵道，富贵没有道。我们古时候只有听过贫道，没有听过富贵道。那贫道是什么？贫道这个贫啊，就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一份专一。所以品是空无一物，哦，毫无杂思，毫无杂物，毫无杂染的那一份定力。那你定力一现前，智慧就现前。哦，所以呢，我们比不上前人的那些苦。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来修道，好好的在心性上下功夫，好好的去体悟它。透过什么来体悟呢？透过得一善而全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前人辈这样开荒参道，哦，对于先佛的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我们比不上那些老人家。那么今天我还想回归本来面目啊，我们必须呢，赶快在这方面呢，好好的手持住啊。哦，譬如说你讲孝，你要在孝好好的做；讲忠，就把忠做好；讲诚，把诚做好。那么这个就是呢，建立天地新秩序的一种契机。谁能够晓得呢？这个世间的人，谁能够体会这种心现事变的道理？整个宇宙天地灾难是我变现的，哦，这个山河大地是我变现的，整个天地就是我一个人。这种道理啊，太过玄远了，太过空泛了，太过深奥了，一般人是不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那么我们修行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知道，
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为了成就我，为了成就我，所以我感谢他们，我要礼敬他们，我要有虔诚的心面对这一草一木，一水一沙，这些点点滴滴都是道啊，都有道啊。我的心性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的生命呢，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和解共生啊，没有仇恨，没有怨怼，没有烦恼。你跟人呢都是这样如如自在，如如的相处。你可以知道，原来整个天地之间是这么样的慈祥，这么样的慈悲啊！一时的起心动怒没有关系，马上把它放下。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没关系，我还是有从心所欲，但是呢，我不逾矩。这个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允许的欲望。所以佛教讲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一种这种约束的力量，但是呢，在这个约束的范围之内，还是允许你做某一定的程度的欲望。财色名食睡，你需要世间的财，你需要吃东西，你需要呢这个世间的名，你需要呢这个色就是色欲，你需要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你需要一点正常的睡眠，这个都是身为一个人所可以允许的。但是允许不是让你乱，不是让你超过。所以在言行之中呢，点点滴滴的，借着这个礼法来约束我们的欲望。这个因为欲望呢，用久了会放纵，会泛滥的，就好像呢这个河体已经溃体了一样，溃体了就是礼法已经没有了。那么你必须赶快用礼法把这种溃体的河水把它补住。或者是说让欲望的河水把它消弭，让它不要这么样的泛滥，等等的，这个就是对治现在世界灾乱，整个世界末日的传言纷纷不断的一个最好的功夫。